兄吧！亲父兄，二伯母说笑了，我这克母克亲的孽子，2年前就被你们过继了，我哪来的父兄？回逆生，你不得好死！求大宗主归宗，以后巨鹿卫士全族为你马首是瞻。贵老太公，分宗是你们提的，我如今中状元，你们急什么？风水压我2、3年，我笑风清，血如绵。我叫魏逆生，大周魏家的双生嫡次子，就因为脚先出，导致母亲血崩，祖父大喜大悲，中风去世，背上了患命灾星的恶名。落地逆行，克母克亲，逆生，不生。落地即罪，赐名逆生，也是难为我了。16岁小孩写诗刺巫传出去，才不会被这清贵门第悄无声息弄死。二公子，老爷叫你去祠堂。当年我这亲爹想把我活活饿死，全靠祖父书童魏伯拼了命才保下我。你今日敢默认扼杀自己的嫡子，老爷一生清贵之名就断送在你这个不孝不悌的不孝子手中了。克母克亲的孽障，还是他让落。我也去祠堂，你在后头跟着。还有，离我远点，大冬天的晦气。主正，你即将拜入国子监司业秦公门下为弟子，是光耀门楣的大好事。孩儿必当勤勉，不负父亲教诲。你这孽子，连句吉祥话都不会说。恭喜兄长，弟弟客气了，日后若有难处，尽管来找哥哥。至于难处是怎么来的，你先别管是吧？看看你兄长多仁厚，你就跪着吧，对着被你克死的祖父和亲娘，好好想想，你凭什么活着？地上多凉啊！官人也是，刚下雪就让孩子跪祠堂，父亲和姐姐看着多心疼啊！心疼？你看看你跪在谁面前？你祖父，你娘，你还有脸让他们心疼？官人息怒息怒，孩子还小，逆生啊，你也别怪你父亲，你出生那时搁谁心里能过得去？你父亲也是心里苦啊。妈妈，好好好，这就会。母亲且慢。父亲让儿子跪在这里，面对祖父和母亲，儿子不敢不从。只是，为何母亲的牌位前供奉的只有一碟干瘪的糕点？儿子虽未读书，但当年随兄长启蒙时，也记得《诗经》有云：“冲丝雨轰轰兮，遗儿子孙敏敏兮。”母亲生双子，应是应了古训的祥瑞，可母亲牌位前却是一截苏木和一碟干瘪的糕点。魏逆生，你个患命逆子，你有什么资格？父亲，逆生知道自己的罪，自当为魏家耻。可我大周可有儿不为母虑者，父不为妻虑者。母亲为您待遇双亲，死于产褥。宗老说他是功臣，朝廷给他哀荣，族谱给他立传。按我朝礼制，妻以夫荣，母以子贵，汉族规配享哀荣。可如今呢？还未缩在角落，贡品连寻常屠夫的祭奠都不如。所以，儿子想问，这规矩何在？崔氏，官人，卢娘是我发妻，是守正和逆生的生母，是朝廷金表的姐夫。你怎么敢如此苛刻？老爷，我是一时疏忽，今日琐事太多。我看你是生了孺子就不知主次了。卢娘留下的首饰，如今戴在谁身上？你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？那是我亲娘的牌位，我若开口传出去，名声尽毁。国子监司业弟子的名额绝不能丢。嫡兄这副装死的模样，还真是国子监的好苗子。还不滚！明日把卢娘的供奉补齐，再写一篇告罪文，烧在她灵前。明天起，接下来1个月，过午你便在卢娘牌位前跪足3小时赎罪。是，官人。这事儿谁也不许外传。你这孽子还算有点孝心，跪够了就回去吧。
做给活人看的规矩，傻子才争议。活人厌恶我，巴不得我死，可我能活到今天，靠的偏偏是死人。祖父的余威保我的命，母亲的名分给我反击的刀。祖父，孙儿这条命是您给的，您在天上看着，往后孙儿不给您丢人。大伯，您14岁举人，17岁金魁，是魏家最完美的继承人，这也是我必须走的路。大周科考，考经义、诗赋、策论，没有八股。对我这个唐宋史专业的人来说，不算绝境。但科考报名需要3先互保，还要父亲和师生保举。魏明德恨我入骨，绝不可能保举我。唯一的出路，大伯早逝无后，长坟不能绝嗣，只要过继到大伯那一脉，我就能摆脱魏明德的掌控。二公子在想什么呢？魏伯，过继长房的事你知道吗？二公子不必烦恼，长房名下有老爷当年为大公子攒下的100亩良田、5间铺面，每年盈利都收入库房。不愧是户部尚书入阁的男人，大手笔啊！老爷当年在大公子病逝后说过，我魏征的长房不能绝嗣，这笔产业我交给祖老代管，写明待长房有继，尽归嗣子。将来无论是过继还是怎样，只要有人成了大郎的香火，这笔钱就归他。可偏偏你祖父不喜其他族人过继至他的本脉，所以就一直空着。这些年你父亲官位不显，花销却大，好贵物坐吃山空，早就盯上长房了。魏伯，你的意思是父亲一定会让我承长房香火？崔氏舍不得儿子和你兄长，我大周朝也没有过继嫡长子之说呀。100亩良田、5间铺面，数年盈利的银子，任何一项都足够我自立门户。只要过继至大伯名下，那我就是鸟上青天，鱼入大海。哼！原来我手里一直有牌可打。我儿来了呀，快进来，外头冷，里屋暖和。这穿戴一天一套的，怪不得魏伯说父亲花销大。逆生啊，当日在祠堂都是为娘的错，我和你父亲商量了，明年守城要启蒙，我想让你搬到正院来住，和你弟弟一起读书，你跟着听，说不定将来也能考个功名。你什么时候这么好心过？事出反常，必有妖。阿娘，别怕，这是你二哥，等你启蒙以后就住咱们院了，天天陪你玩。你也别着急拒绝，娘家有个庶出兄弟，也就比你大一些。你这些年在偏院还没有出过门吧？我让他带你好好出去玩玩。出门？他这是要养废我呀！让我娘家兄弟带我沾染恶习，不学无术，到时候按魏家喜清贵的家风，轻则逐出家门，重则直接打死。但出门这个条件恰恰是我需要的。困在偏院10年，我连大周多大都不知道。怎么，你不同意吗？没有，多谢母亲厚爱，只是儿子资质愚钝，怕耽误了弟弟蒙选，还是不扰母亲清静的好。大儿子的确没有出过门，平时下人讨论也是好奇，这京都真的那么热闹吗？这京都何止是热闹啊！我带你去，保管你大开眼界。可父亲那边不用担心，你父亲那边我去说。小孩子哪有天天在家的道理？既然这样，儿子便多谢母亲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们母子说这些干什么？这孽种会拿礼法压我，说明脑子不笨。若真让他读出名堂，守正守成还有安生日子。不过，到底是个孩子，守成啊，开不开心？你二哥很快就废了。你是孽物，正院也是你能来的？莫非是来求母亲施舍了？怎么偏院待不下去了，想搬过来蹭我的先生？哼！我告诉你，别小心有我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读书？5日后就是我的拜师宴，宴上你最好别出来。要是让我在宾客面前看见你那张晦气的脸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官人，今儿我见了逆生。你见那逆子做什么？老爷这话说的，我是他母亲，见他一面怎么了？我想让他搬到正院来，跟守成一起读书。搬到正院，他愿意？起初说不愿意，怕耽误守成蒙学。哼，算他有自知之明。
后来我说让娘家最小的兄弟带他出去见见世面，他倒是有些异动。到底是孩子，在偏院闷了10年，哪有不向往外头的？随你，别让你那兄弟惹出什么辱了我魏家门风的事端就行。官人放心，妾身心里有数。对了，官人，近日外头可有什么消息？还真有，工部于恒司主事那边听说要空出个位置。于恒司那可是肥缺，随同为6品，但你当那位置是谁都能做的。老爷打算？我打算去冯家说一说。冯公，冯首府，他不是已经致仕了吗？哼，你们妇人就是这样。我问你，正常致仕的官员，可有谁还能留在京都的？父亲当年掌护冯工厂吏部，被守朝中督传，冯办朝魏一角。那他如今还会帮我们吗？怎么不会？我魏家也算京都排得上号的金贵人家，守正再被秦公收为弟子，前途更是不可限量。再说了，我魏家与冯家的交情可不是一朝一夕的，逢年过节，你官人我礼单往来，可从没断过。是妾身想差了。那官人明日就去冯府。不，要等守正拜师之后，拜师宴上秦公亲自上门，冯家那边肯定会听到消息。到那时候再写张名帖登门拜访，岂不是更有底气？还是官人想的周到。我让人给你捎的口信，你可听明白了？听明白了，姐姐放心，一小崽子罢了，我随便拿捏。切记别闹出大事，我家官人是个好名声，点到即可。放心吧，阿姐，这京都赌坊弟弟我都熟透了，弟弟我带他去耍两把，保证他下一次会再求着我带他去，只可惜还太小，否则直接去那叫个勾栏让。闭嘴！你这不学无术的破皮胡说什么？我儿子还在的。是弟弟乱说。滚吧！二公子，我是崔福，我姐姐让我来带你出去逛逛。这老东西也跟着，看来出门后得支开他。哟，二公子舍得出门了。二公子，这大冷天的往外跑什么？惹出事儿，这大冷天跪祠堂可不好受。滚！是吧？你喜欢跪祠堂啊？也是，您这命硬，多跪跪，去晦气，对大家都好。我说二公爷，你活着干嘛呀？克母克祖的，老爷看见你都心烦。你要守自知之明，就趁早。我说过让你滚，你耳朵聋吗？你个老东西，居然跟这个小杂种一样！王荣，你个家生奴，你说什么？我是魏家嫡脉，我生母卢氏的牌位是在魏家祠堂里供着的，你不过是签了死契的家生奴。你母亲也仅仅是奶了我兄长几口，在这魏府里，你连个正经奴才都算不上。往日克扣我点东西，我年幼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你有什么资格当面辱我？你等着，大公子不会放过你的！二公子好气魄，那个，咱们还出门吗？当然出。这小祖宗到底什么路数？这老东西该回去了吧？到时候带着小崽子想去哪儿还不是我说了算？小外甥，救救我呀！带你去当大人怎么样？就是去当大人的地方，不喜欢老家伙。魏伯，我外甥都发话了，你个老奴还不快滚！你们干什么？二公子，我可是你母亲的庶出兄弟，你名义上的小舅舅啊！崔父，我问你，我父亲是什么人？我姐夫是魏大人啊。我父亲工部主事，正6品的朝廷命官，他最在乎什么？在乎？他最在乎的是魏家的脸面，是亲贵二字。如果让我父亲知道你一个崔家不待见的庶子，带着他的嫡出儿子去了不该去的地方，小晚上，二公子，你说这要是闹到父亲那，
我最多是贵祠堂。可你的话，你觉得我那个继母是会保下你，还是第一时间撇清关系，说是你自己擅作主张呢？这就对了，崔府，你不过是家中一小娘生的，得罪了我父亲，他将你腿打断扔出门。你姐姐、你父亲，不应该说整个崔家，绝对一声不吭，你信不信？二公子，有话好说。拿来。什么？我母亲给你的银子，还有你自己身上的钱。二公子，那是崔福说要带我去当大人，魏伯你听见了吧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这要是在那种地方传几遍老爷的名字，我给。阿姐害我。二公子，钱我可都给你了，你可不能。放心，你现在老老实实的跟着魏安，等回去了跟我那个继母说一切照旧。还有，今天的事烂在肚子里。是，今天一切照旧。10年了，今日终于站在这里，站在这人来人往的街道上。走吧，难得出来，我要好好看看这大周的天下。小公子，买花，2两银子一幅。这孩子跟老爷年轻时候真像，不，比老爷还狠。在这样的时代，要想出人头地，要么文采惊天下，要么东华门外唱名，有马踏街。二公子，咱们回去？不，难得出来一趟，我还有事要做。魏安爷爷，这附近有书堂吗？魏家鲜少有杂书，我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并不多，正好借着这个机会看看。老爷，您的嫡孙也是个读书种子呀。不是，这老东西真的有40来岁吗？这位小公子，启蒙的书在左手旁，你是需要史书有吗？有，这边请。史书都在这边架子上。让我们公子安静看一会儿，不耽误你生意。东起辽东，这不跟明朝中期的疆域差不多吗？斩齐国主全族，没有李煜的词，没有苏轼，没有范仲淹，没有刘墉，所以这个大周是历史的一个分叉，一个经济文风类宋，疆域官职类民的架空朝代。你在看什么呀？哪里来的小肉包子？你怎么骂人？你家才小肉包子，你全家都小肉包子。是我失言，对不住。你看什么呀？这么入迷？是新出的词集吗？还是唐朝的诗集？大周史，看这个干什么？多无聊，还不如看诗集呢，或者说李欣子最新出的词。对了，你是哪家的小娘子？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？你又是哪家的？魏家。魏家？你是魏家的公子？不可能，魏家长子相貌寡淡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怎么会是魏家的？你口中相貌寡淡的人是我兄长，我是次子，不怎么出门。哦，那你叫什么来着？魏逆生。这名字好奇怪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出生时母亲难产而亡，祖父也去了，父亲说我是逆生，落地克亲，所以叫逆生。你为什么要这么想？你娘肯定是爱你的呀，她为了把你生下来那么拼命，你怎么能说自己是克亲呢？我二娘跟我说过，生孩子可疼可疼了，每个娘都是拼了命才把孩子生下来的。你娘要是知道你这么说自己，肯定会难过心疼的。你说的对，那既然你知道我的名字，那礼尚往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阿公说，姑娘家不能随便跟男孩子说名字，单看在你长得好看的份上，你就叫我福娘吧。福娘？阿公在家里都这么叫我。好，我叫魏逆生，记住了。记住了，魏逆生。小娘子，小娘子你在哪里？家里婆子找我了，我得走了。这小肉包子。一共3两8钱。真贵。二公子书籍无价，老爷从前买时从来不会嫌贵。魏伯，你说有没有可能祖父买的都是前朝大家的孤本呢？
今日又去偏院那边了？回大公子，奴才有话就说，吞吞吐吐的干什么？你这脸怎么回事？大公子，你可要给奴才做主啊！奴才昨日去偏院，本是想替大公子看看那个二公子过得如何，回来好给你解闷儿。谁知二公子看见奴才就骂，说你算什么东西，陪在我跟前晃。奴才想着他是主子，骂就骂吧，忍了。结果没想到二公子上来就是一巴掌，奴才刚要辩解，他身边的那个老奴婢又上来一巴掌。他敢打我这？何止是敢啊！奴才当时就说奴才是大公子的人，可二公子说什么？他说就算我兄长在我面前，我照样打杀你。他还说什么？还说大公子不过是占了个嫡长的名头，争论起来他也是嫡子，谁也不比谁低。好一个谁也不比谁低！我就知道那天在祠堂，我就看出他不是个安分的，战士比我小不了多少，心里一直憋着坏。一个克亲的灾星也敢跟我叫板？大公子啊，奴才受点委屈没什么，可他这么说您，奴才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大公子，老爷下衙了。来得正好，我这就去找父亲评评理。这个时辰跑来做什么？父亲、母亲，儿子是来求父亲做主。回老爷，奴才是大公子的随从，昨日奉大公子的命去偏院给二公子送些东西，谁知二公子见了奴才，二话不说就让那老奴魏安打奴才。奴才想着二公子毕竟是主子，打就打了，奴才忍着。可二公子接下来说的话说，原本说。二公子说，就算大公子在这儿，我照样打杀你。大公子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占了个嫡长的名头，争论起来他也是嫡子，谁也不比谁低。官人，你生这孩子平时看着挺老实的，怎么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守正，你也别太生气，那生毕竟是你弟弟，年纪小不懂事。母亲，您别替他说。我看他现在是大了，有其他心思。父亲，儿子本不想为这点小事来打扰您，可您想想，再过几日就是儿子的拜师宴，秦公亲自前来府上，这要是让他知道魏家的公子随意折舞下人，还口出狂言，不分长次，到时候万一觉得我魏家治家无方，连带着对儿子的印象。来人，去偏院把那个逆子给我押过来，立刻！去边，快！二公子，老爷有请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们这是什么态度？哼，老东西，少废话！老爷发火了，要押过去，最好识相点，别让我们动粗。你，会不，没事，父亲让去一趟而已。王荣告状，会守正山峰，崔氏天虎，这是摆好了台子等我来呢。父亲，母亲，女子跪下！父亲让我跪，可以，但我想先知道我犯了什么错。混账！你还说我犯了什么错？我魏家秦贵之名就是让你随意折辱下人的。父亲，他不但打人，还口出狂言。王荣说了，他当时搬出儿子的名头，想让这二弟收敛，结果这二弟却说，就算兄长在我面前，我也照样打杀。我自问待你不好，你为何如此辱我？老爷明鉴，奴才当真是奉大公子的命去偏院送东西的，谁知二公子见了奴才，二话不说就让那老奴魏安打奴才。奴才挨2巴掌没什么，可二公子这么辱骂大公子，奴才实在看不过去，这才来禀报的。医生，你年纪小，有些话可能是无心之言。母亲，您别替他说话，他就是故意的。父亲，我能说几句吗？说。王荣，我问你，昨天去偏院，你真是送东西吗？当然。奉谁的命？奉大公子的命。大哥，你让他送什么？我让他去看看你缺什么，回头告诉我。那你送的东西呢？打翻了。怎么打翻的？你打我的时候打翻的。我打你之前，食盒在你手里，我打你，你摔倒食盒才翻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为什么打你？因为你当众辱我，那些话你敢不敢当着父亲的面再说一遍？至于你口中那些话，我从没有说过。魏安可以作证，母亲庶出兄弟崔福也可以作证，他们当时都在场。如果不相信，父亲大可传他们来问话。既然这样，老爷，那魏安自然是向着二公子的。崔福是夫人的兄弟，可二公子昨日带着崔福外出，谁知道有没有私下说过什么？他们的话不能作证。对，父亲，他们的话不能算数。老爷，当时在场的不止他们，还有几个路过的仆役，他们亲眼看见二公子打奴才。老爷可以传他们来问。我问你们，昨日下午在偏院门口看见了什么？回老爷，奴才看见二公子打王荣，王荣没还手，二公子又打。我也看见了。为什么打？这奴才没听见前面的话，只看见二公子突然就打人。奴才以为听见二公子说什么，争论起来他也是嫡子，谁也不比谁低。后面没敢听，就赶紧走了。好，没想到啊，你这孽子居然真的生有那种脏心思，你就不能消停一点吗？不惹事不丢人，我养着你也就养着了，可你为什么要说那些话？
兄长平时待你仁厚，你怎么敢生出夺嫡的心思？你这要毁了你兄长的前途，你才满意吧？我要是你现在就拿起这把剑自裁，我也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。王荣是你的人，你说要怎么处理？父亲，二弟虽然做错了事，但毕竟是我弟弟，太重的责罚，儿子于心不忍。这样吧，让他过去，给二弟2巴掌，这事就过去了，如何？去。听话。10年3000多个日夜，不哭不闹，不给任何人添麻烦，不争不抢，老老实实待在偏院。冬天冷了裹紧被子，夏天热了自己扇扇子，饿了吃魏安端来的清粥，病了扛着。我不惹事，不是因为不想惹，是因为自己实在太小，无力反抗。而如今不同往日了，君子少壮，不可折辱。你笑什么？我笑我自己，竟还对你们抱有一丝期望。我是魏家嫡脉，我说过，你没有资格辱我。我祖父魏征，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一文端。我母亲是朝廷金表的杰妇，嫡奴仆，安敢辱我？孽障！自己对下人不满，自有管家发落，你亲自动手，成何体统？跪下受罚！这奴仆公然辱骂我王母，听人辱母而不反驳，是不孝。我替魏家正门风，何错之有？就算他出言不逊，轮不到你来管。好，既然这正院容不下我母亲的尊严，那这规矩我不论也罢。我这就去宗祠长跪，请祖老评理，何时魏家门风清正，恶奴被逐，我何时起身？若因纵仆如此惊动祖老，估计仕途必受牵连。站住！倪成，站住！是为父没问清原委，是王荣出言不逊，你做的对。哼，混账东西，还站着干什么？快去劝一下你弟弟啊，否则我魏家就真的要完了。你生好孩子，你千万别冲动，有事慢慢说。对，是兄长错了，兄长不该信那奴才的话。魏安，快来劝一劝这个孽，不劝一劝你生，不然我这个魏家就真的毁了呀！老爷，老奴斗胆问一句，恶奴当众辱骂嫡子，该不该杀？一个签了死契的家奴，以下犯上，按大周律，按魏家家规，该不该死？二公子今日清理门户，是不是正家风，守家法？对，王荣该死，他当众辱骂主子，死有余辜。你成，你做的对，你这是正家风，你是清理门户。父亲刚才是一时糊涂，听信了家奴的谗言。对，王荣该死，你生你别冲动。是兄长错了，兄长不该信那奴才的话。二公子，够了，你赢了。魏国第一时间给我铺了台阶，让我体面收场。可是他们现在说的话是真心的吗？明天醒来，他们会不会反悔？倒打一耙？不够，还不够。我要的不是你们的附和，而是承认，是公开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无法反悔的承认。父亲，您刚才说王荣该死，我做的对。对。那刚才在中堂里让我自裁，说没我这个儿子，是听信了谁的谗言？大哥，你让王荣过来打我的脸，唾我3口，是听了谁的假话？母亲，您刚才说你生你年纪小，可能无心之言，是在替谁说话？我现在要你们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话说清楚，谁在王荣的事上说了假话？是谁撺掇着父亲逼我自裁？今天不说清楚，这剑我不会放下。这祠堂我随时可以去。是为父错了。为父不该听信恶仆王荣一面之词，不该逼你没错。那恶仆王荣死得好，这事因你而起，你就没有想说的吗？混账！都是兄长的错，不该听王荣的话，不该让他去打你，兄长对不住你。10年了，君子以少壮，不可折辱。老爷，今日之事起因是王荣当众辱骂二公子，不惜惊动宗祠，只是为母尽孝。但老爷和大公子仅听信奴仆谗言，不问青红皂白就要动用家法，这事能就这么算了吗？你们还想怎样？公子不想怎样，只是想请老爷记住，今日您当着满院的人面承认了这恶奴该罚，肯定了公子护母无错。来日若有人翻旧账，非要扣公子一个忤逆长辈、狂悖生事的罪名，老爷可得秉公直言，替公子作证。为父自然会说是那刁奴的错。大公子，您刚才说这下人是您没管教好，您错了。是大哥的不是。那以后您院子里的人就别再往偏院里塞了。二公子只想安生读书，免得又逼得公子去请祠堂的钟。不采了，绝对再也不采了。你说，你母亲我
母亲不必多说了。二公子，您今日引经据典，有理有节，咱们偏院终于不用受气了。为人子者，做分内之事罢了。起来吧。公子坦荡，但这暗箭难防。今日您驳了老爷的面子，明日他们指不定给您安什么罪名，老奴不能看您吃亏。你想如何？老奴今夜就出府传消息，就说公子为护母尊严，不畏家法，甘愿长跪祠堂求公道。只要公子这至孝的烈子名声传开，他们绝不敢在暗中给您使绊子。顺便为自己养名望。二公子，先洗把脸吧。二公子，你今天……惠伯，火大了，不喜欢跪祠堂。老奴知道，老奴都知道。官人，那个孽种留不得，你今晚看见了吗？他杀王荣时盯着我们的眼神，16岁孩子杀人面不改色，还提剑逼问父亲，逼兄长认错。今天能杀王荣，明天就敢杀。母亲说的对，那孽种根本就没把咱们放在眼里。他儿子跪下认错，儿子跪了，让儿子自首嘴，把儿子抽了。可您看他走时的眼神，父亲，儿子后天就要拜师了，这事传出去还有什么脸见人？你得给儿子做主啊！有点错，这事儿是谁惹出来的？你以为我是傻子吗？那逆子今晚为何发疯？还不是被逼急了？他为何被逼急？你会不知？王荣是你的人，去偏院当众骂了什么？你心里没数？还让恶仆打脸唾骂，换你忍得了？我魏家堂堂嫡长，既被奴仆搬弄是非当枪使，后天就是你的拜师宴，非要闹得满城风雨，让秦公知道魏家纵仆孺子，逼杀亲子的丑闻才安心。儿子不敢。哼，我看你敢得很。总之，魏家百年名声绝不能毁在我手中。老爷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一切以守正的拜师宴为重，等拜师宴结束，再跟那孽种算账。在这之前，你们俩都给我安静点，谁也不许去招惹他，听见没有？是。我魏家百年名声，未来必毁在这孽子手上。二公子，早膳送来了。厨房说这是主子该有的分例。哼，主子该有的分例，这一件换来的不只是尊重，还有时间。听说了吗？工部魏大人家昨日恶奴当众辱骂二公子是灾星。怎么着？二公子当场拔剑杀了恶奴，提着血剑去中堂跟父亲对峙。恶奴是主，我正家风，有何不可？他父亲都无话可说。这孩子有血性，不愧是文端公的孙子，杀得好。阿姐，你找我？你昨天到底带那孽种去哪儿了？阿姐，我是按你说的办的，带他去赌坊了，没去别处。去趟赌坊就能让人变成那样？他玩的怎样？玩的特开心，我还给他买了糖葫芦。对了，阿姐，前日我带小崽子出门，大公子的王荣被他扇了2巴掌，一巴掌过去，王荣直接摔了个狗吃屎，事因清清楚楚。那你知道后来怎么了吗？不知道啊，那奴才跑去告状，让小崽子被罚了。昨天下午，王荣被那孽种杀了，当着我们的面一剑封喉，血溅中堂。是杀了？就因为那2巴掌？不止，王荣当众骂他，你姐夫一怒之下把剑扔在那孽种面前，让他自裁。阿姐，那小崽子不是二公子，他不会是中邪了吧？周大人回来了。明德，恭喜啊！你魏家不得了。大人这是明德兄瞒得真紧，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说一声。魏主事，你家公子真不得了，不愧是文端公孙二。那都是秦公为守正收徒造的事，过誉了，都是孩子自己争气。子将来必成大器。魏明德，魏家好家风，魏家子烈也。秦公，明德，你没辜负你父亲，魏文端地下有知，必会欣慰。秦大人过誉都是守正自己的努力，能得您看重是他的福分。守正，他才学尚可，但要说烈，没想到我竟看错人。你魏家子为护名节门风，诛杀如主恶奴，以正家法，已传遍京都了。今日走朝，连陛下都亲口夸赞，拔剑诛奴，以正门风，我大周之幸也。这不是守正，是那孽子为逆生。明德怎愣住了？平时没少夸守正，
怎么出个烈子对你来说很平常？诸位误会了，那位守地之尊拔剑诛奴的人不是长子守正，是我家次子。次子？你还有个次子？就是那个地隐残坑卧冰床那个。次子尚且如此，那守正必然更好。明德，你教子有方啊！明日魏府拜师宴，大家都来。走吧。明德，明日拜师宴，你那个次子会来吧？秦公召见，岂有不来之理？那就好。来日若有人拿这事儿做文章，父亲可得替儿子作证。他就是故意的。二公子，夫人送来新衣，请您换上，去正院参加拜师宴。前院拜师礼快到高潮才送衣服，是想让我错开时间当众出丑。主角不就该错开时间，单独登场？二公子，今日这宴会得去，扬名望就在今日。昨日之事已传遍京城，秦大人点名见你，老爷再不愿也得让你去。今日名士云集，寒门科举的苦路你祖父已走完，你应当为世家子。魏伯，我知道。二公子真好看，这才是我魏家嫡脉，是文端公的嫡孙儿。明德，你家那个烈子呢？回灵宫，他在偏院，我这就让人去叫。不必，老夫自己去见见也无妨。陛下都夸了，老夫想亲眼看看是何等人物。秦公是主宾，怎能劳动？我这就去请。就是那个孽子，我的拜师宴，老师却只想着他。秦公有所不知，逆生昨日受了惊吓，回去便发热头晕，我便让他歇着了，头回见血，难免吓着。的确，初次杀人，受惊难免，让他歇着吧。秦公体谅，下官敬您。兄长，弟弟来晚了。好一个世家贵子，如见魏晋风流！为什么他要来？这是我的拜师宴，这是我的好日子。魏家次子魏逆生见过秦公。父亲、母亲、兄长。好，明德，你这二公子教养得真好。方才在门口听见母亲说儿子病了，多谢母亲挂念。儿子只是昨日有些惊吓，歇了一夜，已无大碍。兄长举办拜师大典，儿子身为魏家子，岂能因小恙缺席？孩子，过来，让老夫好好看看。明德，你这二公子相貌堂堂，举止有礼。守正，你有个好弟弟，你可要做好榜样啊。是，老师说的是。读什么书了？如今在读《论语》和《算经》。哦，还读《算经》？
为什么都这样？小子以为科举取士虽重师傅，但治国理政离不开钱粮杜方。好，有志气，不愧是文端公的孙子。老夫是不是收错弟子了？魏家这位次子，当真是人不可貌相。拔剑诛奴，以正家法，更为陛下所提及。烈性如此，不愧是文端公之号。凭什么说为民生主？魏守正才是今天的主角。诸位长辈，诸位贵客，学生有一言：二弟近日列子之名，撞我魏家门风。这家伙又想干嘛？今日是学生的拜师宴，岂能无诗词助兴？愿与二弟一同作词助兴，也好让诸位看看，我魏家子弟不仅姓烈，亦知文墨。守正这孩子沉不住心呐。老师，您意下如何？好，守正这个提议好。既是为拜师宴助兴，又封魏家双杰，便以魏门双璧为题，各赋一词，如何？守正，你是兄长，你先来。学生遵命。中规中矩，合乎礼仪。守正功底尚可，不过还欠些火候。老师教诲的是，学生还需努力。我的词赋虽然平淡，但你这个只启蒙过几日的废物，又能做出什么来？这逆子千万别当众触着，若他真有后手，让守正下不来台，又该如何收场？脑中名篇无数，但若写出历经世事沉浮的词句，必被这帮大儒看穿，绝不能当文超公，只能靠自己了。十载幽居自掩飞，一朝拔剑震家威，满堂宾客皆惊叹，谁道寒门无玉辉？承祖训，守清规，丹心一片向阳飞。今朝且尽杯中酒，他日凌云始到齐。好，好一个十载幽居。孩子，这词是你自己做的？是小子即兴所作。有此胸怀文采，诸位听听，此子志向岂是常人能及？行魏家者，当此列子也。哦，这是什么字体？老夫活了40多年，从未见过此等字体，这是哪位名家手笔？褚遂良的飘逸，颜真卿的雄浑我都见过，但这字非隶非楷，亦非行草，莫非自成一家？这是你写的？坏了，连受惊体写上头，一激动写错字体了。回秦宫，这字体是小子自己揣摩而成。自己揣摩？如何揣摩？小子4岁启蒙后安置偏院，院中无书，便常去祠堂打扫，那里有祖父生前题写的墨宝，祖父字迹刚劲，小子日日描摹。后来去父亲书房，见过褚遂良真迹，喜其飘逸潇洒。再后来，在祖父书房寻得薛记、薛泽字体，薛氏兄弟的字受应通神，锋芒毕露。于是便想，若将祖父的字、褚遂良的飘逸、薛氏的受应融于一炉，会是何样？偏院7年无事可做，便日日揣摩练字，久而久之，变成了这般。你是说，你自创了一种字体？不敢说自创，只是融合前人之长，略有所得。融合前人之长，自成一家之风，这还不是自创？老夫教书几十年，见过的才子无数，但如你这般，老夫只能说，你若肯用功，他日必成一代大家。你这字体可有名字？尚未取名，若秦公不弃，可否赐名？这字受劲挺拔，锋芒如剑，却又不是风骨，就叫受惊如何？没想这历史还圆回去了。多谢秦公赐名，从今往后便叫受惊。明德，你这二公子很不错，
这字体锋芒太露，你可自用，但科举考场则需公准圆润。小子知道，所以后来重新练了楷书，以备科举之用。好，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懂得藏锋，日后有事你可以随时来国子监寻老夫。多谢秦公抬爱。来，跟老夫说说，你对于春秋有何见解啊？昨天我还拔剑逼着聂子自裁，今日他竟成了满堂瞩目的天才。这些老狐狸的恭维里，到底有几分是在看我的笑话？孩子，如有空来老夫府上坐坐，老夫的书房随你翻阅。多谢秦公厚爱，小子定登门请教。宁德，你这次子好好栽培，莫要辜负了这块璞玉。秦公放心，下官一定。父亲、母亲、兄长，若无事，我便先回偏院了。二公子叶礼良，今日之后，你的名声算是立住了。今朝铁敬杯中酒，他日凌云始到齐。那几盘桂花糕没动过，收好了。酒还有3壶没开，封存起来。父亲，今日是儿子的拜师宴，他搁那又唱又跳是什么意思吗？秦公从头到尾都在跟他说话，儿子这个正经弟子反倒成了摆设。说完了。今晚提议作词的人是谁？是儿子。为父有没有阻止你？当时那聂子满脸镇定，你看不出来？他站在那里，眼神清明，毫无惧色。这样的人，要么是有真才实学，要么是早有准备。不管是哪一种，你往上撞就是自取其辱。现在怪他抢你风头，怪他谁？可是父亲，秦公今晚过后，不会也收他为徒吧？不会。秦公若有意，当场开口便是，何必藏着掖着？到时候兄弟一同拜师，传出去也是美谈。那为什么不？因为他是小子，你是学生。那聂子今日在宴上一次都没用学生，从头到尾都是小子。秦公何等人物，一听就知道这孩子只启蒙过，没正经读书。学生二字不是谁都能自称的，所以他只能称小子。而且守正，你要记住，你才是我魏家长子。秦公回朝不久，冯首府就顺势致仕。这朝堂上的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他答应收你，也不只是因为你资质尚可。总之，秦公不会收下聂子的，你放心就是。多谢父亲，儿子就知道父亲是站在儿子这边的。你也别高兴得太早。那聂子偷偷去过几次书房祠堂，就能把祖父的字、褚遂良的帖、薛氏笔法融会贯通自创。而你呢？你天天在书房先生手把手教你学到了什么？那首词你自己觉得如何？那能一样吗？不一样。说难听一点，你和那聂子都是我和卢娘的儿子，他行，你为什么不行？守正啊，明明你才是最像我。就是像你才完蛋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儿子想先回房了，明日还要去见老师，免得耽误。也是，先回房吧。子类父不好吗？俗语云：子不类父，父厌之；子类父，父疑之。我不仅不怀疑你，还爱你呢。那聂子也不过是继承了我的颜值罢了。官人这么晚还不歇着？今天你看那聂子外貌，是否跟我年轻时一模一样？自然不一样。你生那孩子，不足官人1/10风采。那是自然，你官人当年也是强男才子，哈哈哈哈。那女子不过只有我1分风采罢了。二公子，我回了趟族中，没见到族长，说去访友了。不过过继长房，族中没资格做主。当年老爷发誓，长房既至亲可继，族人本就觊觎长房产业，你求帮忙，完全折损他们利益，不可能出面。我又何尝不知？但我没想到父亲这么能忍，硬是不提过继一事。这种事急不得。正院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？老爷今日休沐，崔氏正为他太原府为官的兄长裘老爷想调回京都。太原调回京都？父亲有这本事？老爷哪有这本事？他正为冯家的事发愁。拜师宴后，给冯家递了拜帖，半月了，石沉大海。冯家，魏伯怎么看？冯公当年和老爷是同榜进士，交情不错，但如今冯公致仕，想见他的人多着，
你祖父若在，冯公说不定主动上门，但你父亲只是工部主事。你说父亲现在在想什么？大概在想冯家为什么不见他。不，他是在想，若冯家真不见他，该怎么办？他怕的不是冯家不见他，他怕的是冯家不见他这件事会让别人知道。魏家清贵，世交冯家，是他挂在嘴边的牌面，牌面没了，他在同僚面前怎能抬头？所以他会继续等，等到不能再等。他不肯承认冯家已经看不上他了。二公子看得真透，是他在局中，我在局外。不过冯家的确，魏伯，我给冯公上一封拜帖如何？二公子给冯家递帖，反正族中指望不上，我也不能在偏院等死。若父亲再拖数月，等我这烈子热度散去，主动权就不在我手了。好，二公子说写就写，现在就写。魏伯，祖父和冯公当年交情多深，有何事是冯公一定记得的？有，老爷和冯公是同年进士，一生交好。当年老爷过世，冯公来吊唁，在灵前跪了1个时辰。文渊兄，你放心，你魏家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二公子这帖子，若冯公看了一定会捡。不一定，冯公若不想见魏家人，这帖子未必有用。这帖子不能走魏府门路，必须由你这位祖父旧人亲送冯府，最好递到冯公本人手里，别压在门房。是。如今成与不成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。毕竟斗是最被动的。门外有人求见，说了多少次，一概不见，打发走。那人说他是魏家已逝文端公的书童魏安。那吴用子见我不回帖，竟搬出父亲的亲信来质问我。不是，那老婆说不是为魏家主来的，是替魏家二公子送拜帖，还说一定要递到老爷手里。魏家次子那位烈子，好一个烈子之字，刚劲似剑骨。好一句松柏有岁寒之草，不因霜雪而改；金石有铿锵之音，不因岁月而泯。魏明得到拜帖充篇谄媚，而这孩子全帖只念祖父，只求一见，口下立判。冯半朝魏一角，文月兄，你有个好孙子。不见还是不见？阿公，你在看什么呀？不要看了，快来陪福娘玩嘛！好，阿公陪福娘玩，去回魏家帖，告诉魏明德那吴用子，让他带文月的2位孙子来见我。是，老爷。阿公，你要见谁呀？一个有趣的孩子。嘿嘿，福娘之前外出也遇见个有趣又好看的郎君，比府里哥哥们都好看。哦，谁家的？不告诉阿公，嘞嘞。这丫头越来越没规矩了。老爷说了，他会回帖。二公子，冯公说他会回帖。这步险棋终于走通了。魏大人，我家老爷很是感念文端公就义，今日特命小人回帖，请大人携子过府一叙。我就说嘛，冯公怎会不见我？定是帖子压久了，今日不就来了？官人，冯公肯见你，可见魏冯两家交情依旧在呀。那是当然，我父亲和冯公同入翰林，生死之交。半个月没回音算什么？成儿，今天爹带你见大人物去，一会儿见了冯公要乖，
知道吗？官人，怎么了？你自己看。老爷，冯公什么意思？守城也是您儿子，凭什么只见他们俩？难不成只认卢氏的儿子，不认我生的？哎呀，好了，别哭了，让我想想。冯公因是不知守城年幼才没提，等会儿我带他同去，见了面自然会介绍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保证。那官人记得，顺便提一提我大哥的事儿。记得记得。官人对妾身真好。放心，今日见了冯公，你大哥的事我一定提。守城，今日去见冯公，可知意味着什么？知道，冯公是祖父故交，若得青睐，日后仕途无忧。不错，秦公是理学大家，但论朝中人脉，冯公两任首辅门生遍天下。今日若能让冯公喜欢，往后路子就宽了。儿子明白，一定好好表现。表现什么？千万不要表现，不要卖弄慌张。你是魏家长子，要稳重大方。是，父亲。这一趟，冯公见的是魏征的孙子，不是魏明德的儿子，所以我不能接。我要做的是让冯公自己看见我，选择我。那个小姑娘现在在做什么？晚生内明德，携内子拜见冯公。怪不得秦燕会传，魏家次子美姿容，泪为巾。文月兄去世10年了，你如今还在工部。回冯公，晚辈在工部营善司任主事，工部清闲也好。你长子在何处读书？回冯公，学生现于国子监读书，蒙秦公不弃，收为弟子。秦公是理学大家，好好学。多谢冯公教诲。那是你幼子。是妾身幼子守城，今年2岁半。明德，老夫想单独与你此次子聊聊，你且带家眷去偏厅稍坐如何？冯公要和你生单独聊，毕竟是陛下亲夸的列子，老夫想亲眼看看，你不介意吧？冯公客气，这是他的福分。医生，你好好回冯公的话。是，父亲。带魏大人去偏厅招待。你上帖拜访，有什么想说的？冯公在事务，若开口求官求财或诉苦卖惨，都落了下乘。晚生来时，一路在想该说什么，忽然想起魏伯提过祖父生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祖父说：“伯远凶善也，我善算。他一饮1壶酒，能算3年账；我算3年账，不及他饮1壶酒。”晚生年幼时不懂，后来才明白祖父的意思。冯公之才不在账册之间，而在人心之内。好小子，拿你祖父的话来堵我，坐下说。你祖父当年与我同科，他是榜眼，我是状元。后来我们同时入阁，他掌户部，我掌吏部，一干就是40年。坊间言传冯伴朝魏一角，这话你可听过？略知一二。那你说说这一角是何意？问题不错，只可惜我也是做过功课的。一角者，孤眼，如飞檐之一角，看似凌空，实则玄微；如棋盘之一角，看似占先，实则易困。我魏氏权势集于祖父一身，他若在，便是户部半边天；他若去，便是无根浮萍。此玉是赞祖父之能，亦警我魏氏之威。喝吧。我昨日查过你，数年前京都那首诗也是你让人传的。冯公明鉴，不过是小儿自保罢了。好个小儿自保！既然是自保，如今你列子之名得陛下夸赞，又有秦燕青睐，足保数年无忧，你何必再来见我？可数年之后呢？列明与秦公的欣赏能保我几年？冯公既知那首诗，若不想办法，数年后恐又是那尹残羹的偏院弃子。为何不收敛些，在偏院安静读书，长大再图后继不好吗？为何收敛？年幼无法则藏锋，今已少壮，既能提笔，亦能拔剑，当为己先。你就这么肯定你自己？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。自是花中第一流。
博远兄，你怎知我不会回来？就是这个眼神，我见过很多次，但那些人都沉下去了，只有你祖父真的回来了。知道为何吗？因为他被踩到泥里，还能笑着看天。而你也是，我终于知道你为何有这烈性子。你跟你父亲不像，你累祖，不，你比文月更烈。你根本不会让人有机会将你踩入泥里。冯公谬赞，我只是不想夺了祖父生命。老夫看人从不走眼，说吧，你今日来想要什么？来时确有想求的，但此刻不想求了。哦，因为已经得到了。冯公一句累祖，比任何官位钱财都重。哈哈哈哈哈！说吧，想要什么？我不会提第三次。一生不敢求什么，只想请冯公指点一条路，一条自由的明路。好，老夫就给你指条入海上天的路。父亲，冯公怎么跟他说这么久？该不会……闭嘴，安静等着！那个孽子到底在跟冯公说什么？明德，你这二公子列子之称名不虚传，拔剑诛恶奴，有胆有识，是个好孩子。冯公过誉，不过是气血之勇，当不得夸赞。我才是魏家嫡长，为何不找我谈？实在不行，我也会去杀个仆从。明德，近来工部差事可顺心，劳冯公挂念，工部都好。守正在国子监学业如何？金城天倒是转凉了，守正也算用功，天气确实凉了些。守正，陪母亲去院子走走，你弟弟怕是有些认生。父亲，去吧，好好陪你母亲弟弟，别走远。是。冯公，在下今日登门，一是替先父请安，二是这些年在工部营膳司，日与文读打交道，虽清闲，终究是有些蹉跎。先父当年在户部从主事做到尚书，晚生不敢夺了魏家门风，所以想若有机会，能否请冯公在吏部为在下说句话？六品平调去余衡司，不算逾矩。余衡司长山泽草木之事有水厚些，但事务更繁杂，在下愿意学，只要离了枯燥文读，多些实务，求之不得。冯公，还有一事，说戚家有个内兄在太原府为官，家月年迈，想让他调近些尽孝，若能调去开封或南昌，便是天大恩德。明德，你今日来是为自己求官，还是为七兄求官？都有。你倒是会挑时候。明德可知当年你父亲在户部为何能官至尚书？因为先父精于实务，为人勤政，不止是因为他从不在一个位置待太久，也从不一次求两件事。冯公教训的事是在下贪心罢了，你父亲的面子老夫总要给，你的事老夫让人去问问。至于你七兄，调回不是小事，得先看考期再做计较。多谢冯公，多谢冯公。文月兄，你我一世英名，生出的儿子怎都这般不堪重用？不过你比我好，起码还有个好孙子。明德，既然说起你父亲，老夫倒想起一事。冯公请讲。当年文月临终前，可是因得了这个次孙而喜极。好，宁愿有后了。冯公，老夫记得文月那日说你早逝的兄长终于有后了，可后来听说你那次子被取名逆生，安置在偏院，10年无人问津。冯公误会，只是让他在偏院养性子罢了。养性子10年，文月兄临终前因何而喜，因何而悲，你比我清楚。无非是得知你二房双生嫡子，次子可成长房，为你早逝的兄长续香火。你膝下3子，为何都还记在你的名下？你长子须成家，我不论。你那次子如今也是京都人人口传的烈子，有名望，我也不论。
可你那2岁的幼子总不能还留下吧？文月当年最大的心愿就是为兄长一方续嗣，你若还有一点孝心，就该把这事办了。若你父亲在天有灵，看着你3个儿子都记在自己名下，却让你兄长明远的牌位前冷冷清清，怕是日夜难安。明德，你别多想，老夫今日说的这些，只是念在你父亲面上，提醒你一句，你那幼子守城过继给长房，2全其美，莫非是魏家族中人不愿意？如果这样，你不用怕，这是文月兄的旧怨，如果需要，我也可以上魏家主持过继。冯公，此事不是不愿，实在是守城，不必现在答复，你回去慢慢想，想清楚了再办。至于你那差事，你吉凶的事，老夫会让人去问。同样，成与不成，看天意。多谢冯公提点，在下回去一定好好想想。去吧，叫上你家人，早些回去。父亲，冯公和您说了什么？不该问的别问。官人，冯公怎么说？如今只能看结果了。这一步若成了，我就彻底脱离这一房，不再是他的儿子。二公子如何？惠伯，冯公说会帮我指路。二公子，这是天大的好事呀！若真能成，您就是长房嫡子，不受限制了。惠伯，别急，事还没成。毕竟，这是一个选择题，只是不知道我的好父亲，你会怎么选？官人倒是说话呀！你这样，妾身心里直打鼓。是不是冯公答应官人的事了？看冯公对官人挺客气，该没问题吧？官人总盯着守城，莫非冯公看咱们城儿伶俐，想收他入门？冯公可是状元，他若肯收，咱们这房日后说不定能出个状元郎呢。你觉得将守城过继给兄长一脉如何？魏明德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要把晨儿过继给谁？我就是随口一提。随口一提？你提什么不好提晨儿？魏明德，我告诉你，你休想！晨儿是我的命，你要把她过继出去，不如先杀了我！好了，都说了是随口一提，你别这样。随口一提也不行，你提那个孽子，提守正，凭什么提晨儿？你以为我想？这是冯公的意思。今日他在府上施压，必须过继一人去大房。那你怎么想的？守正是嫡长，不可能！一生能提剑逼父的孽子，巴不得过继，我岂能随他的愿？
我看这次冯公突然提这事，就是那逆子捣的鬼。你是说，那孽子借冯公的手逼你？这孩子心思如此歹毒？不然呢？冯公多年不过问家事，怎会突然提起？定是那逆子说了什么，冯公才拿孝道压我。所以你就牺牲晨儿？你摸着良心说，这些年我带你带这个家如何？你就这么对晨儿？那你要我怎么办？让冯公亲自来问。别忘了，我的平调，你兄长的事儿全捏在冯公手里。那就过继逆生，正好随你父亲当年的愿。反正这是他出生时就定下的。不行，绝不能让那孽子如愿。为什么不行？你难道忘了父亲在长房留下的田产、店铺和数千两银利，那是实打实的好处，就这么给那孽子？官人糊涂，冯公只说过继，没说不准收回产业吧？你有办法？宁生还这么小，过继后能掌握什么？产业还不是由你这父亲代管？待他成年后是多少年后了？到时候产业还在不在，还不是咱们说了算？而且官人光过继还不够，那孽子敢提剑逼父，明天就能借别人的手逼你让位，这祸害留在宗族，迟早是隐患。不如过继之后再行分宗。分宗会不会太过了？哼，过？他想过继，想体面，甚至搬出冯公压我们，那不如成全他，给他彻底的自由，让他自己一个魏家。此子未来必祸及家族，他既想靠自己，那就成全他，不仅过继，还要将这孽子分宗当过。好，按你说的办。分宗单过，魏逆生就彻底从明德一脉出去了。以后长子是守正，次子就是我的守成，这灾星爱去哪儿去哪儿。人还没到吗？族里硬生生将事情拖到今天。族中应有考量。族属们辛苦。明德终于想起给长房续香火了，你父亲在天有灵也该欣慰了。啊，是侄儿这些年疏忽了。族长，长房那300亩良田5间铺面，那可不是小数目。如果继后产业亏了4子，族里还能管吗？若4子年幼，自然可以；若成年，都安静，听我的即可。我这汤汁怕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今日怕是要好好掰扯了。明德心里说要把次子过继给兄长明远，这事文月当年可提过。提过，父亲临终前就盼着长兄有后。即使文月遗愿自当遵从，只是长房留下的产业这些年一直由族中代管，如今过继之后该怎么处置？正想跟你商量。次子逆生还小，过继后产业自然还由族中代管，等之后再议。族叔替长房管着产业，劳苦功高，等过继定下来，族中该得的一分不少。明德，你老实说，把孩子过继出去，是否另有打算？族叔多虑，侄儿就是遵先父遗愿，别当我不知道。你那次子如今在京城可是出了名的烈子，16岁拔剑杀奴得陛下夸赞，拜师宴一手鹧鸪天，惊艳满堂。这么好的苗子，你舍得过继？族叔有所不知，那孩子性子太烈，与其留在家中生事，不如让他成了长房，也算全了父亲遗愿。想提出烫手山芋，又不想放手长房产业。明德，你父亲当年举家搬到京都，族里后辈他提携过几个，他倒是知道每年拨银子修祠堂济贫困，可那些银子够干什么？修个门面，发几斗米就没了。族叔说的是什么事？你要过继4子，长房产业说是由族中代管，可这代管怎么管？管到何时？盈利归谁？族叔的意思该怎么管？按照规矩，4子未成年，产业由族中代管，每年收益30%给主家，70%留作族产。30%大头都给了族里，族叔未免要的太多。逆生虽是过继，毕竟是我亲生，这产业……明德话不能这么说，过继后他就是你兄长明远的儿子，产业是明远的，不是你这一房的。族中代管是保他长大，等他成年，产业全还，期间30%给他用度，70%归族中，这是规矩。族叔理是这个理，只是逆生还小，前些年的盈利70%归族中，是不是多了些？实在不行，前头我们收下，他的后5年按族叔的规矩办如何？一口气拿走前面所有营收，只留后5年没产生的给我。知其好算计，崔氏，你是哪房的媳妇儿？你是明德续弦，长房的事与你无关，
别乱了礼法。族叔，贱内关心则乱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明德，过继4字我应了，但产业处置得按规矩。你若同意，就开祠堂；若不同意，我们这就回乡，你另请高明。族叔留步，好商量。老狐狸，不见兔子不撒鹰。敢问族叔，我兄长这房前些年盈利有多少？300亩良田，5间铺面，共计5600两。这5600两，我与族中4次分账，2成留给逆生，但过继后，每年收益6成给主家，4成留作公产，且代管期间的账目，每年要送我过目。可以。还有一事，逆生过继之后，我想分宗。分宗？魏明德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让一个16岁孩子过继后分宗？我知道你厌恶他，可他未必不是一块能成才的璞玉，你竟然让他分宗单过。对，让他单过，自立一脉，从此以后他是长房的人，与我这一房再无瓜葛。那孩子自己同意吗？他巴不得早点脱离我这个父亲。那便依你，分宗的事今日一并办了。多谢族长，多谢诸位族老。成了，让出那点产业，让这逆子彻底滚蛋，值呢。二弟来了。哎，说起来，可能今日之后，我兄再也无法。怎么不高兴？也是，虽说你我同源同脉，但大伯一房终究需要人诚相护。不过你也别难过，你以后还是我的弟弟。你自称为兄长，这话不对吧？我的好堂弟。你叫什么？堂弟啊！过继之后，我便是长房嫡迈，你是我2房堂弟，这么称呼有什么不对吗？温逆生，我可是你兄长，很快就不是了。而且按礼法，我确实是长房，你是2房，你是理学弟子，秦公没教过你们宗法礼制，嫡庶长幼该怎么论？堂弟，今日过后，我是长房嫡迈，辈分比你高，以后见面要习惯行礼。说到底也是个理学弟子，可不要辜负了秦公啊！晚生魏逆生，见过诸位族叔祖。父亲、母亲，眉目清秀，身姿如松，风仪祥雅，这孩子确实不一般。今日开祠堂，为长房魏公明远择嗣成桃，4子人选为2房魏明德次子魏逆生。按规矩，须问本人意愿。魏逆生，你可愿承嗣长房为魏公明远之子？我魏逆生愿意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便开祠堂告祖先。今天我也要跪下，但这次跪下是为了站起来。吉时已到，今日开祠堂，为长房魏公明远择嗣成桃。按规矩，4子人选须由本家提出。魏明德，你来说。父亲、兄长，你生这孩子虽然性子烈了些，但到底是魏家嫡血脉。儿子思来想去，只有让他继承长房，既能了全父亲遗愿，又不耽误兄长香火成绩。逆生啊，为父知道你心里有怨，可今日之事，为父也是不得已。你娶了长房，莫要夺了魏家门风。逆生啊，母亲虽不是你生母，但这些年来也一直把你当亲生的看待。今日你要走了，母亲心里实在是……今天我必须忍到仪式结束，忍到族谱改完，忍到走出这个祠堂。好了，莫误了吉时，既是本家之意，便依礼行事。开祠堂告祖先，行过继大礼。第一步，告魏氏祠庙；第二步，拜魏氏祖。4子魏逆生上前拜祖。
祖父，孙儿今日承袭长房，从此以后，孙儿就是大伯的儿子了。孙儿不会多了您的名声，也不会浪费你铺好的路。第3步，拜四父。此子拜四父。第4步，改族谱。李成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我自己。还有一事，二房魏明德提出，次子成桃之后，与二房分宗，自立一脉。分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明德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分宗之后，他与你这二房再无瓜葛。族长，我想清楚了，逆生继承长房，自当独立一脉，与二房分宗是正理。孩子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分宗之后，你便是单独一房，往后有什么事，二房不会再管你，族中也只会按规矩行事。记得，长房明远宫四子逆生，自立一脉，另为小宗，与二房分宗两不相干。从今往后，魏逆生为长房嫡脉，独立一宗。孩子，这是你的立嗣文书，从今往后，你便是长房嫡脉，独立一宗。10年的忧惧，10年的隐忍，10年的低头做人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刻。等一下，既然分宗了，还住在魏府，就不合适了吧？父亲，按礼法，二弟现在是长房的人，咱们二房和他已经是两家人了。他还住在咱们府上，传出去，别人还以为咱们二房占了长房的产业呢。二弟，你也别怪兄长说话直，我是秦公弟子，礼法如此，我们都得遵从，你说是吧？你既然知道我现在是长房嫡脉，那你就这样子跟我说话吗？堂弟，你魏逆生，你少在这装模作样！逆子，不得无礼！受正是你兄长。二伯，您说什么呢？二伯，你这孽子，你叫我什么？二伯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按礼法，我已过继长房，是伯父的儿子，您是伯父的弟弟，自然是我二伯。再说，堂弟刚才说要遵从礼法，二伯应该也是赞同的吧？官人，别动气。堂弟方才说的对，分宗之后，我确实不宜再住在魏府。那么，就请族长将长房的产业交还给我吧。按规矩，长房产业当由4子继承。如今我已成嗣，这些理应归我。良田300亩，铺面5间，这是祖父当年留下的。此外，前10年间族中代管产生的盈利也该一并交还。刚好10年盈利按最低估算，加上本金，共计不下5000两。还请族长将这些一并交还与逆生。你年纪小，这些产业不能就这么交给你。是啊，孩子，你尚未成年，万一产业被人骗去，岂不辜负你祖父心血？按规矩，4子产业当由族中代管，这不是我们要为难你。不过你放心，待你长大，产业自当归还。在此期间，前10年的利益，族中替你管着，后面每年收益分你30%，供你读书。长房产业怕早被分干净了，我这4子不过是分账的由头。二伯，您方才说分宗后我不能住魏府，既然如此，我总要安身度日。产业不给，盈利不给，让我怎么活？放心，30%收益足够度日。至于住处，明德，你总不能看着他流落街头。祖叔说的是，逆生，你先在外面租处，银两不够为父再补。添补，列位尊长真是好筹划。这一纸代管之约，怕是我过继前便写就了吧？孩子，你话何意？何意？族长心里清楚。长房前10年盈利5000多两，1分没有，后面的大饼只有30%，另外的全进了族里的口袋。我的钱你们拿全部，还要我感谢你们吗？逆子，你放肆！魏逆生，你眼中可还有？今天我就是放肆了。够了！孩子，产业代管是规矩，历代4子未长大，产业皆由族中代管，为的是保护幼儿。你放心，族中不亏待你，30%收益足够吃穿。等你长大，产业全数归还。是啊，族长说的在理。族中是为你好，还能害你不成？族长说的真好，可我想问一句，那70%呢？那70%归了族中，拿去做什么？修祠堂、济贫困，还是进了某些人的私囊？逆子，你少血口喷人！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质问我？这产业的事，我说了算。魏逆生，你过了！一个小辈当着长辈的面如此放肆，成何体统？好，那我再问，前10年族中代管产业何在？流向了哪里？总之，这是族法族规，是代管。说了你也不懂。好一句不懂！我是宗子，非尔等可是鱼肉之幼童。
既然要谈礼法，那我便与诸位好好论一论。我今入继长房，按理便是这长房之宗，百代不迁之嫡。诸位今日要分的不是孤儿产业，而是宗庙血食先祖衣钵。魏逆生，你纪云，别子为祖，继别为宗。我四父乃先嫡长，我今继为其后，便是这长房之大宗。大宗者，何祖所尊。我入继时已告祖宗，宗谱之上便是斩断本生父之脉，移栽长房正根。若论年幼，我年齿虽至，名分却尊。诸位虽长，乃小宗之子；我虽幼，乃大宗宗子。以之子谋宗子之产，是以树夺嫡，以枝伐根。我敢问诸位，这是哪朝的礼法？难道我堂堂魏氏长房要绝嗣于尔等之手吗？族中只是代管，不是谋产，这话不能乱说。严重了，小孩子懂什么礼法？别瞎说。有没有说错？你们心中清楚。你们名为代管，实为灭嗣。逆生，不要得寸进尺。代管就是代管，少在这危言耸听。你说我危言耸听？敢问代管点出何经？周行统明在，若有合法继承人，财产当为四子执掌，亲族不得干预。今日我长房不绝，由我承托，何来代管之理？诸位口称怕我年幼，实则句句不离田产。若是孤幼之才，听其亲族觊觎，则人道不立，国法何存？诸位今日行径，与那他很舒服何异？岂不就是名为代管，实为灭嗣？若长房产业今日被你们吸分，他日我若饥寒而死，诸位死后有何面目见祖父于地下？我今日若屈从，非但长房财尽，更使天下人以为过继是虚设。我说退一步，天下礼法退10步。欲夺我财，先夺我名分；欲分我产，先毁我宗谱。只要我是一日长房之子，这长房一草一木便是宗庙神器，神圣不可犯，书逆不可沾。你不是说产业你说了算吗？今天告诉你，说论亲，我当执子执礼；说论产论宗，我乃长房之主。诸位皆是客，说再言代管二字，我为逆生拼这4字不做，也要去京都敲登文谷告到府衙，倒要看看是大周律法大，还是你们的私约大，让天下人看看魏家这场名为代管，实为灭嗣的大戏。站住！我才16岁，若不借大义于魏，转瞬便是凄惨下场。一旦接受代管，便是将命运交回去。既然怎么选都是死，那我就选最硬的路。黄口小儿好一张利嘴！既然你要谈礼法，老夫便与你论。李继云孝子之养老也，乐其心，不为其志。对生父对族长言语如刀，现又报先父神位威胁长辈，这便是你长房宗子的孝道，是你读圣贤书的教养。逆生，我知道你怨我，但你怎能带着神位做这种事？我今天不是以父的身份夺产，而是以叔的身份帮你守夜。也不懂险恶，外头多少人盯着长房田地，你一人出去3日便倾家荡产。你四父若在天有灵，见你这般目无尊长，怕是死不瞑目。小儿，宗族100年向有幼子产业亲长代管成丁方交割的规矩，此乃祖训。你今日要破规矩，也是破我魏家100年之志。你不是要告官吗？去告！可知官府最验家丑外扬，骨肉相诉。周行统明载，逐告祖父母，父母者绞。你虽过继，生身父母便不是父母了。今日踏出祠堂告官，京都便知魏家出了个告父逆子。到时候你赢了官司产业，能赢名声吗？能赢科举仕途和列祖列宗的庇佑吗？你笑什么？好一个亲亲压尊尊，好一个孝道压宗法，好一个祖训压国法，当真是字字珠玑。只可惜，可惜什么？可惜，句句皆是歪理。族长方才引曲礼10年一丈，却忘了礼记丧服小记开篇第1句是什么？是我来告诉你：亲亲、尊尊、长长，男女之别，人道之大也。此3者并列，何曾说过亲亲高于尊尊？若亲亲能压尊尊，历朝何必立嫡长子？何必定大宗小宗？何必有宗子袭爵、诸子折产之制？再说孝道，族长方才说我不敬尊长，敢问《孝经鉴证章》第15，圣人如何说？是说父有争子，则身不陷于不义，故当不义，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，臣不可以不争于君。从父之力，又焉得为孝乎？今日诸位欲行不义，陷我于不守宗条之恶名。我若顺从，才是真正的不孝。我今日之争，正是圣人所许之大孝。还有父亲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称您为父亲。你刚说骨肉之爱不可以减，好，我便与您论一论。以李曾福为人后者，张祝云，原来后者为之子也。祝云既为人后，则如子于父，而绝其本生。绝其本生4字，您可还识得？
这是圣人定的礼法，且刚才过继，您亲手在祖宗前烧了文书，磕头认下。如今再说我是你生父，此言大谬。自分宗后，我与本身一族，理当降服不仗亲。你与我是叔伯，唯独不是父。你以叔父之身，欲以父子之情动我，这是以情乱法，以私害公，以小宗乱大宗。哼！祖老方才替幼子产业亲掌代管，敢问这祖训在于何处？可有历代宗子画押，可有官府灵印？这是口口相传。口口相传，那我便论一论律法。周行统后婚律书一曰：凡是同居之内，必有尊长。若卑幼不由尊长，私折用当家财物者，谁必吃食。此条说的是同居，未分家之子孙。而我长房自过继起，便已分宗别籍，早已不是同居。既不同居，何来尊长代管？如今长房唯我一人，我便是这长房的尊长。诸位与我乃别居亲族，何来代管职权？至于您说的祖训100年，我有一句圣人言回你：孔子家语曰：乡愿，得之贼也。何谓乡愿？便是假借祖宗之名，行一己之私，坏真正礼法之人。祖老今日所言，正是此辈。你竟敢辱我！族长怕我高官坏名声，误了科举。那我问你，今日若任凭诸位瓜分长房产业，我这过继之人身无长物，连束修都凑不起，还考什么科举？届时只怕有人指着我的脊梁骨说：看，这就是守不住祖业的魏逆生，活活饿死。我若今日屈从，连人都不是，谈何名声？至于告父者矫，方才他已亲口承认是我叔父，我告的是叔父谋夺职产，不是子告父。这条律吓不住我，退一万步讲，即便背上忤逆之名，我也要告。孟子曰：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兼得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今日之事，护我长宗挑，守我嗣父业，任我宗族名分，便是我的义。我宁可站着背骂名，告到府衙，也绝不跪着捧孝名，被人吃干抹净。他什么时候读过这么多书了？不可能，他连女性不过律句句不差，连他的判例都条条分明。2个月明明是教导，没注解书节，他怎么可能会融会贯通？10年，他在偏关了10年，没书没先生没人管，可偏偏10年到用龙困境，一朝得势入青云。诸位族老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该变的我都变了。若你们还有一丝良知，若你们还念及祖父当年对族中的照拂，现在便备好长房产业契书，送到我面前。若明日午时之前我收不到契书，后日一早，京都府衙的东王谷前，诸位自可来看热闹。站住！叶子，你以为你出得了魏家门吗？来人，给我拦住他！你以为我背后没有人吗？你说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从我抱住神位出来的那一刻，魏安就已经离府。那老奴他去了哪儿了？冯公应我一事，指我一路。今日动我者，自思量。冯公，他怎么会？你以为你那日能见到冯公，是因为你的面子？叶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如果不是因为我的拜帖，你魏明德根本没有资格。什么冯公李公？这里是魏家祠堂，不是你们京城那套。一个10岁小儿也敢拿外人来压宗族？族叔，别乱动。令义子口中的冯公是冯衍，前首府门生故吏卞朝堂，你们不要乱动。大公子去哪儿啊？明日过后，我们哪里都去得。公子，他们不用在意他们，帮我点灯吧，魏博。是个劣子，明明就是一个孽子。明德，够了。其实那孩子真的很像你父亲，像文月。族叔说什么？那孽子像父亲？他一个副村长。明德，还给他吧。族叔，明德，你知道当年我是怎么失去读书机会的吗？那时族中穷，只够供一人读书。我已上了1年学堂，你父亲在家只读了几本书，长辈们自然选我，这没什么好说的。可你父亲不这么想，你父亲生性烈，直到小姐后冲到族中，当众跟我辩论。父亲，
文月引经据典，句句在理，我辩不过，只能看他拿走机会。那时我恨他不念兄弟情分，后来证明他比我强太多了。他重榜眼进翰林做尚书入阁，而我只过了秋闱还是末闱取经，后面屡试不中，只能回乡教书。再后来管着族中事务，碌碌一生至今。明德你厌恶他，是因他出生之日文月和卢氏都去了，可如今看，又何尝不是他们为了这孩子舍了自己的命呢？还给他吧，明德。那孩子说到底是文月的孙子，你亲儿子不是外人。我去准备长房的产业契书，明日因我中堂议事。大逆不道，提剑逼父，目无尊长，逆生唤名的孽子在心。这种人只会是祸害，以祸家族的大害。官人，妾身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既然族叔决定还给他，咱们拦不住。不了，你疯了！我没疯，官人放心，这产业到了他手里，就真归他了。他才16岁，按规矩过了民谣收回族中代管的。到时候我们走走关系，拿出契书，人不知鬼不觉过个名，他能怎么办？可过到我名下会不会太明显？那孽子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官人糊涂，过到你名下当然不行，但可过到别人名下呀。比如先过给守城。到时对外就说是你父亲留给守城的，那孽子还能说什么？就这么办。官人英明，等契书先到他手里，族中代管后再找机会。族长，二伯，魏逆生，这是你祖父留给长房的产业，城南良田300亩，铺面5间，这是前10年盈利。扣除族中开销剩5000两整，你点点。魏安，孽子，这都是你想要的，拿稳了，别回头又哭穷。多谢族长。魏伯，现在就去京都府学、县衙、刑祠3处，将长房所有契书尽数落了副本，呈递备案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官人，他这是做什么？他搞这一手，日后但凡涉及长房一草一木的买卖，都必须经过他这关。若他不应，3府备案。官衙不敢画押，买主不敢接手，你我更改不了名字。那晨儿，魏伯，快去快回，我在这等你。老奴遵命。族长，过免已毕。好，你算我一次。如今既然分宗你也拿回东西了，你现在就给我滚出魏家。今日族叔在此做个见证，从今往后，我京都巨鹿卫氏再无你魏逆生。多谢抬案，日后我也不会以你一脉自称。终于离开了，魏伯公子，这些年多亏有你。老奴是老爷的书童，照顾公子是应该的。不是应该的。这10年若不是你，我早死了。读不了书，练不了字，走不到今天。魏伯，你一生无子，本可安静养老，却为我操劳至此，一生无以为报。但我向你保证，100年之后，你会与祖父共受我京都卫士百世香火。公子，这怎么可以？老奴只是个仆人。怎么不可以？昔日祖父赐你姓，如今我就赐你名，一份可入祠堂的共鸣。老奴叩谢公子，愿为公子感到徒弟死而后已。魏伯，从今往后，你是我魏逆生的长辈。魏伯，咱们走。去哪儿？公子，先找住处，再做打算。京都这么大，总有我立足之地。今日过后，京都卫士当由我而兴。5000两，在京都连个像样的院子都买不到，皇城根下更是有价无市。日后读书交际，处处要钱，可总不能一直住客栈。魏伯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公子，咱们其实不用为住房发愁。公子别忘了，老爷当年可是入阁兼户部尚书的呀。老爷入阁那些年，可不止魏府一处房产。魏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当年想求老爷办事的人踏破门槛，金银田产老爷都不收，但有些东西推不掉。有人摸准了脾气，借着大公子的名头走。这是给大公子秋闱中举贺喜的。魏大公子真是年少有为啊！后来呢？有一处因为不大又偏，就留了下来。如今按理该归你。房子在哪？在皇城西安门外，过桥就是。西安门外是外城，三教九流居居之地，确实偏。多年没人打理，恐怕墙塌瓦碎，草长得比人高了。脏乱怕什么？比起花钱租房子，有免费的地方住，我不嫌弃。不过魏伯，
那院子有多大？2进的小院不大，前院正房3间，厢房2间，后院还有几间小屋当库房，总共也就10来间屋。2进院10来间屋，这就不大。不愧是见过大场面的老头。那我们明日先去看看。公子，老奴当年跟着老爷干的都是大事，魏府的人多是家生子或签死契的，其余由管家负责。不过咱们现在用不起死契，得雇短工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要去哪儿找这样的人？公子，老奴倒有个人选推荐。谁？崔福。公子，那崔福虽是他姐姐的人，但跟崔氏并非一条心。他是庶出，在崔家受气，只被当跑腿使唤。你这人钻营本事不小，牙行、混混、闲汉他都熟。崔福是知根知底，找他比陌生人口。是个不错的人，会不？找个闲汉传信给他，我们正需要这种钻营的人。崔福，这人能用，但得拿捏。明日先给点甜头，这种人不怕他贪，就怕没胆子。我不需要走寒门路子，祖父是前户部尚书，父亲是金魁，这10年遗落的人脉，我需要一点点捡起来。公子，这也太破旧了，要不先租个干净院子？不用，破旧怕什么？收拾收拾就能住。从今天起，这就是我们的新家。这屋荒废许久，是你们买下的吗？不是，晚辈正是此屋主人。在下徐礼，现任顺天府知事。晚辈魏拟生，见过徐大人。魏姓，你家是？家祖前户部尚书魏征，家父魏明远。那工部余衡司的魏大人是你？那是二伯，晚辈是长房一脉，今已分宗。长房？文端宫的长房？等等，你小魏拟生，你就是那位拔剑诛恶婆的烈子？不敢当。久仰，魏公子大名如雷贯耳，以后就是邻居，有事尽管开口，我特让内人送些吃食。告辞。公子，一个从8品之士，吃得您这么客气？魏伯，话不能这么说。顺天府管经济事务，咱们在此安家，少不了打交道，说不定哪天就用得上。魏公子，好久不见。你大哥走崔氏的关系，调回南昌府了，这事儿你知道吧？你姐姐没帮你？看来是没有。魏公子找我到底什么事儿？有话直说。公子刚搬来，院子要收拾，你在京都路子寡，帮忙雇几个靠谱的短工，按市价给，不亏待你。就这点事儿，包在我身上。我认识牙行的人，保准赵老师能干的。就是这跑腿费，放心，该给的1分不少。得嘞，我现在就去。崔福，你今年多大？快16了。还打算做一辈子闲汉？你母亲丫鬟出身，在崔家什么地位你清楚。崔家不会在你身上浪费资源，崔氏更不可能帮你。你被赶出崔家，迟早的事，没错吧？我不是有意挖苦，只想问一句，你打算就这么混？今天跑腿挣几文，明天在赌坊输光，后天再去求人。魏公子，这是我的事儿，不劳费心。你娘还没享过福吧？你离家后可就再没办法接她出去了。公子看你是可用之人才说这些，若你只想混日子，这差事公子大可找别人。魏公子到底想让我干什么？给个名话。很简单，帮我做事，不是偶尔跑腿，是长久差事。日后我起来了，你就是跟着我的老人。你就不怕我是我姐姐的人？你是吗？魏公子，我崔府以后就跟着你了。跟着我得证明给我看。怎么证明？先把人顾好，要老实能干信得过的，办好了再谈以后。是，公子放心。公子，这人能用吗？我看他就是想吃顿长久饭罢了。能用，魏伯，世上有谁不是呢？没人会对陌生人一上来就掏心掏肺，都想吃长久饭求个安稳。等这饭越来越好吃，离不开了，自然就忠心了。再说他在市井混了多年，路子广，懂规矩，知进退，这种人用好了，比家生子还趁手。崔福做得很不错，公子满意就好。小的跑腿办事还是有一套的，而且多少？总共150两。小的跟工匠牙行磨破了嘴皮，硬把价钱砍下了3成。公子若不信，回头我把账目给您过目，比比清楚。跑腿办事不沾油水的是圣人，用钱换来效率，值得。崔福，愿不愿意以后跟着我当个丫鬟？丫鬟？你办事利落，懂规矩，留在我这儿比当闲汉强。多谢公子抬举，
愿为公子效犬马之劳。不用效犬马之劳，把事办好就行。日后家里人会越来越多，你多上心。是，小的一定尽心。这翠符确实能用，好用。信中无言，君可自见吗？风眼在魏家必有眼线，我被困祠堂，被族老围攻，接到名头压人的事，他一清二楚。这封无字信就是一句你说什么我都认，这是给我的底气，更是对我的考验。若我扶不起来，这就是废纸；若我能借势，这张纸就是千军万马。冯公，这份礼我为你生收下了。魏老哥，你看，公主现在也是当家做主的人了，身边就咱们俩，是不是少了点？你想说什么啊？是不是该给公子找个丫鬟了？你一个老家伙，天天往公子身上凑，多不好看。要我说，就得找个年轻水灵、红袖添香，那才叫风雅。胡说八道！公子才多大，就想这些有的没的？我哪胡说了？翠芙说的对，公子别听他瞎说。翠芙没个正形，整天想些歪门邪道。魏伯，我没瞎说。你年纪大了，事事亲力亲为太劳神，往后家里人越来越多，你忙不过来。而且你是长辈，不是仆人，端茶倒水的事儿不该你做。那我也得看着，狐妹子不行啊。崔福，有件事交你去办，请公子吩咐把这封信送到冯府，交给冯公。冯府是那个冯公。公子放心，小的一定亲手送到，绝不含糊。等你回来，便同我去衙行挑人。公子放心，我肯定找个踏实本分的衙人。先把信送了。啊，对，先送信。张老三，今儿有活吗？上次那批活干得怎样？李娘子，你将姑娘嫁了没？我给说个媒啊。这小子倒真混得开。哟，小公子气度不凡，来妇人，想寻女使婢女，还是歌通舞女？老婆子这儿与你有计。说什么混话？老婆子多嘴，小公子别见怪。王婆子，是我。好你个崔福，带贵客来也不提前说。说吧，找啥样呢？认字儿，长得好，能签死契的随身女使。崔福，你这不是为难我？少装蒜，我还不知道你那些犯国家眷不都在你手里？小声点，这事能乱说吗？放心，钱少不了你的。带路，跟我来。公子，都是犯官家眷，本该充入教坊司，被私下收留，都认字不规矩，比外头野路子强。只是户籍所限，只能签死契。你看有中意的没？丁香结子芙蓉涛，不系明珠系宝刀。公子好眼力。福建建宁府的3条簪，没认错吧？是民女家乡，女子出嫁前都这么簪发，只是如今回不去了。公子好眼力，他父亲是建宁府官人，犯了事家眷充公，顶着饭籍没办法，只好就他了。公子有眼光，50两。50两？这姑娘读过书，会识字算账，琴棋书画都懂些。哼，怎么不去抢？外头买个良家女使才20两。怎么，不想做我这门生意了？行，25两。这就对嘛。见过公子。起来吧。魏老哥，没想到公子喜欢这款，看那姑娘眉眼身段，将来肯定是个美人胚子。胡说什么？公子才多大，懂什么喜欢？少废话。放在身边，这叫培养感情，懂不懂？公子，娶姑娘安置好了。魏伯，咱们家又多了一口人。是啊，多了一口人。魏公子来了，家主吩咐过，您直接请进，不必通传。老爷，魏公子到了。来了，进来吧。晚辈见过冯公。你这字，老夫越看越喜欢，瘦劲挺拔，锋芒内敛。老夫临了几日，
可惜学不下。冯公过誉，晚辈只是胡乱写的。胡乱写的？那你在魏家祠堂那番话也是胡乱说的？你在魏家的礼法辩论，老夫听说了，引经据典，条理清晰，把族老变得哑口无言。不过老夫很好奇，你在偏院关了10年，读书也不过1、2个月，你是如何做到的？即使是神童，也不该早会如此。莫非世上真有生而知之者？他定彻底调查过我了，打不好便是万劫不复。冯公可读过韩愈的文章？自然读过。昌龄先生《宋王君序》中有言：“晚生铭记于心，夫沿河而下，苟不止。虽有池疾，必至于海。晚生虽困于偏院10年，外人看我得学数月，可冯公怎知我启蒙后就真停下了？我自己却是10年如一。即便你从未停止，可你才16岁，就算备下经史子集，没有阅历历练，如何能在祠堂随机应变，句句在理？晚生有一言，不知当讲否？讲。岂不闻世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，才有万变不穷之妙用？正因我读书时历经断错，方得这随机应变之理。若无那10年幽居，那些被人踩在泥里的日子，我把书背烂了，也不过是个书呆子。好一句百折不回之真心，万变不穷之妙用，体用兼备方为真学问。你自学至此，还说不是生而知之？冯公，晚辈今日登门，特来谢您指路之恩。若无您的信，晚辈走不出魏家，也拿不回产业。的确该谢。您这事儿，我这知识的老骨头又回陛下眼中了。今日早朝可有不少人让我滚出京城呢。晚辈认为冯公并不担心。哦，为何？这句君子当作如师，是教人做君子，真是此等君子，今日就不会坐在这跟我说话。冯公治世后闭门谢客，凭您的身份，即便不帮我父亲，他也不敢多言。但您还是帮了，因为您知道，陛下他不喜欢君子。冯公治世后太安静，陛下会想，这位前首辅今天在家谋划什么？若强当君子，陛下反会把事情怀疑到您头上。您早意识到，所以晚辈说，您不担心朝堂的弹劾，陛下必留中不发。冯公借我此事，既解了陛下猜疑，又了结与我祖父的交情，一举两得。你这孩子到底怎么长的？冯公，可否借笔一用？用吧。你是说老夫今日之举，正是这譬语侠？冯公本可做真君子，闭门谢客，但你选择了帮我，让自己沾上侠，这正是您的深情与真气。陛下看见这样的冯公才会放心，这是您需要的，所以您帮我，我亦帮您。好一个人无癖不可与交，回一声也很好。来，不谈别的，老夫倒要请你教教这受精帖。公子如何？很好。文月兄，你这孙子比你当年还要厉害，也深知自己想要什么，非要说缺点，那小子真是一点苦都不想吃啊。不过我喜欢，毕竟有才不傲，非常人。我当年要有这才情，我陪你孙子狂100杯。公子又长个了，过几天得做身新衣裳。崔福那小子又跑出去了，是我让他去打听冯公儿子的事，就怕他嘴上没把门，出去又跟闲官吹嘘去过冯府。不过他打听消息的本事倒是一流。魏伯，你觉得冯公的儿子会是怎样的人？不清楚，当年在老爷身边听最多的就是冯公长子读书还行，做人还行，做官也还行，总之就是还行。不过冯公那样的人物，儿子应该差不到哪去吧。魏伯，有话直说。公子，我有个事想问问你。公子今日在冯府跟冯公说了什么？魏伯是在担心什么吗？是怕你太直接。老爷曾说，读书人讲究委婉，点到即止。你把心思摆在明面上，冯公会不会觉得你太急功近利，不够稳重？魏伯，祖父说的没错，读书人是讲究委婉，但我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啊？我没有时间委婉。再过2年就是秋闱，大周科举3年一次，也就是说，我只有2年时间。科举报名需3户保，自己、家、师。我自己没问题，家以过继长房够用了。但师承这一条，我准备走冯公的路子。拜冯公？可是他已经致仕了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公子，你别被眼前的事蒙蔽。你还小，真没必要这么着急。尤其是冯公已经做了2任首辅，
我虽是老爷的书童，但也知道大周开国至今还没有3任首辅的先例。冯公很好，可年纪摆在那儿，说不准哪天就倒下了。他这样的官倒下，就代表了清算。这些我都明白，魏伯。你明白？真的明白吗？明白还选他？这不是开玩笑的。万一冯公……魏伯，正因冯公年纪大了，我才选他。这话怎么说？冯公门生遍布翰林院与科道，为其耳目喉舌，可他自己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弟子。那冯公的门生不也……门生是门生，弟子是弟子，不一样。门生可以有很多，弟子只能有一个。魏伯，冯公需要一个人，在他100年之后继承他的门生、名望和一切，一个能在有限时间内把门生故刃聚拢起来的人，一个能在他离世后庇护冯家的人。所以，公子想做哪个人？冯公需要一个小阁老，但不是严世蕃，他要的是张居正。我不懂什么严世蕃、张居正，但这条路一旦走通了，公子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我需要一棵参天大树，让我迅速成长，哪怕这树已经走向衰老，只要它还在，就能替我遮风挡雨。等它倒了，我已经长成另一棵树了。公子，我不懂大道理，但我知道公子走的路一定是正确的，跟当年跟着老爷一样，我只需跟着就行。公子，我回来了！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公子正说是呢。公子，猜我打听到什么了？说。冯公的儿子确实不堪大用，堂堂吏部侍郎一听冯公之事，吓得当场请辞离京。听说冯公得知后气得大骂：“平庸儿，扶不起的平庸儿！”果然如我所料，冯公内心也很害怕。毕竟这个位置若无兵权，退下来不是荣归故乡，而是倒台清算。偏偏自己儿子连严世蕃都不如。少爷回来了。曲娘，你怎么在这？我是来给少爷暖床的。规矩婆子已经教导完了，所以从今往后我就睡在少爷房侧的小榻上。夜里有事，您可以叫我。那个曲娘，少爷想多了，贴身女使都是这样的，夜里起夜、喝水、盖被子，总不能让主子自己来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睡吧。这个家越来越像家了。混账！老爷，你滚！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，连一个16岁孩子都看得明白的事，这平庸子却不明白。一角者孤也，如飞檐一角，看似凌空，实则玄微。你点破的不是我冯衍的屁，更是在亮你自己的底牌。这不是摇尾乞怜，是一场平等的结盟。树倒猢狲散呐！我冯衍这辈子教了那么多学生，到头来竟没有一个能托付后世的人。我岳兄，你那个孙子比我见过的所有人都厉害，他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也知道我能给什么，他甚至知道我比他更需要什么。冯办朝魏一角，终究还是要凑起来呀！来人，老爷，备车，明日随我去西安门。西安门？老爷去那儿做什么？冯公好像身体不太好，听说最近常咳嗽，请了好几次大夫，吃了几十副药也不见好。知道了，再去打听，别让人发现。这小子跑腿倒是勤快。冯衍门生遍天下，却无一人可托付，独子平庸，自己身体每况愈下，朝堂之上如履薄冰。少爷要歇了吗？
干什么？别出声！躲什么？又没干亏心事。这是谁的马车？找隔壁的孩子的？干什么？冯公，千首府，冯衍，官人没开玩笑，千首府找隔壁的孩子，都怪你！当初说该去道河，你非说省钱，现在冯公亲自上门，我连面都不敢露。我哪知道？不是你说没闲钱吗？我说你就听，你知道什么呀？公子难道能未卜先知？冯公居然真的上门了！冯公来了。不来不行啊！冯公，千首府亲自来我们家。冯公，请坐。老夫今日来，想问你一件事。冯公，请说。你那天说人无癖不可与交，老夫想问你，你的癖是什么？读书、算账、下棋、写字，还有赌命、赌运、赌一个前程。从边月到今日，晚辈每一步都是在赌。那你觉得这一局你赌赢了没有？冯公不是已经来了吗？好一个冯公，不是已经来了吗？为你生，你这个人，老夫收了。多谢冯公。往后这孩子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是。逢半朝位一角，合则两利，分则俱危。惠伯，明日备些礼。是。少爷，什么礼啊？拜师礼。曲娘，这是少爷的新衣。微伯嘱咐，今日去冯府不能穿旧衣，我赶出来的。辛苦你了，曲娘。曲娘，少爷再过几年，满京都的姑娘怕都要被迷去了。胡说什么？公子，马车做好了，巷口等着呢。公子，路上垫垫。惠伯，我不饿。冯府规矩大，不知何时开启，看着点别让公子饿着。得嘞。哥几个，以后别说我崔福跟错人，我家公子陛下轻夸的列子，今日过后当为冯公首徒。真的假的？吹牛吧！看见没？冯府帖子，今儿中门大开，4品以上的大人都去，我家公子是主角。还没消息？官人别急，他才离家多久？冯公那样的人物，怎可能？老爷，消息属实，冯府中门大开，京都4品以上官员大半都去了。怎么可能？那孽子分邹才3个月。老爷，冯府管家给的。收徒业4品以上才够格，但老爷是未来弟子的本生父，可约及携眷赴业。冯府4品以上，老爷混账东西！你以为这是在报喜？老爷，小的不敢，拿着帖。官人，那咱们去，当然去。官人，快拿金星丸来！满朝朱子贵，尽是读书人。公子，紧张不？少爷，好了。怕！崔福啊，公府门前满诸子，大丈夫当如是也。哎，魏家小子，学生见过秦公。行礼，好孩子，老夫就知道你非池中之物。学生多谢秦公夸奖。好，上次见面还自称小子，如今已是学生，不愧是文端公的孙子。说着，你还愣着做什么？没想到今日是二弟。弟什么弟？你生如今成了你家长房，我平时教你的礼法就是这样教的吗？堂弟为我兄长喝彩。秦公，这怎么可以啊？学生羞愧，万万不敢当。有什么好羞愧的？礼法规矩如此，他是二房子弟，你是长房宗子，就该这样叫。喂，来看看，这位就是冯公要收的爱徒。
魏文端公长房嫡孙，当年金魁魏明远之子。权力。当日陛下亲口夸过他的劣子魏逆生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个逆生的氪金孽子，凭什么他配？凭什么满堂诸子都为他喝彩？父亲，我们走。走，你疯了？走去哪儿？你师父秦燕在场，仿佛满堂4品以上，你走得出去吗？这孽子身上流的是魏明德的血，这嫡亲血他赖不掉。若是能攀上冯府，吉时已到，请宾客入席，请冯公、魏公子入堂。拜师礼开始，以礼正衣冠，先正其身，后学其道。可2礼净手，洗去浮躁，静心求学。3礼拜先师，请孔子相。4礼拜先生。这路是我在指，也是你在让我指啊。你父亲魏明远19岁中金魁，名动京华，可惜天不假年，英年早逝。而你魏家烈子16岁拔剑出恶夫，陛下亲口称赞。今日你拜入我门下，我只说2句话：第一，不可夺你家风，你魏家世代亲政，你祖父、你父亲皆是如此；第二，不可夺我师名。我冯衍一生闻声遍天下，但弟子只有你一个。你若夺了我的名后，我身后则无名。弟子必不负先生所望。这是你祖父当年与我的信物。当年我与文月兄互为知交，以此欲为证。如今他的那块已经随他沉眠入定，这一块送你。今日从今往后，你身上担着的是你魏家的门楣，也是我冯衍的名声。弟子记住了。恭喜！好孩子，今日起你便是冯公正式弟子了，好好学，别辜负冯公。学生谨记秦公教诲。沈端、沈阁老到。冯公今日收徒，为何不请沈某？难道没有我一席之地？沈阁老既不请自来，冯某自然有你一席之地。来人，看坐。冯公治世后气色绝佳，如今收得家徒，后继有人，又何必留京？安享晚年，方为臣子之道。老夫这年纪，哪还有什么后继有人？不过收个好孩子，聊以慰藉罢了。倒是沈阁老，当年在福州养老何等舒服，如今不也神采奕奕坐在朝堂之上？这就是那个烈子，气度不凡，冯公好眼。晚辈魏逆生见过沈阁老。冯公，今日沈某不请自来，是有一事请教。前些日子，工部魏主事从营善司平调余衡司，偏有人说这是冯公的意思。冯公已致仕，按理不该过问朝政。沈某身为首辅，总要问清，免得外头说闲话，说冯公致仕却还要遥控朝堂，传出去对冯公名声不好。魏明德调任是吏部正常平调，与老夫何干？沈阁老若不信，可去吏部查当。冯公说没有，那便没有。再次恭喜冯公收得家徒，魏文月的孙子，魏冯两家可真是世子。他为何看魏明德？魏明德胆小如鼠，结他10个胆也不敢结交当朝首辅。崔氏这女人敢想敢赌，要赌现在就是最好时机。官人，你生如今攀上冯家，你就只顾喝酒？那孽子如今是大房的人，与我们何干？解坟宗还是你提的，忘了？官人心里那口气切身明白，可你想过没有？冯家满门诸子，冯公当正收徒意味着什么？官人，妾身方才留意到沈阁老进来时看了你一眼。沈阁老与冯公不和朝野皆知，不该想的别想爱卿之言。官人顾虑的是，可你想过没？冯公已致仕，如今又收了那孽子，别忘了他跟我们可是分宗的。说得轻巧，沈阁老什么人？我贸然上前，弄巧成拙却不是。官人，这话错了。沈阁老与冯公不睦，谁都知道。他今日来，说是讨酒，实是看笑话。可冯公是前首辅，门声遍天下，沈阁老想找茬也不能明着来，他需要一个由头。什么由头？官人，你说这满堂宾客，谁的身份最特殊？那孽子是主角，冯公是主人。官人，宁生虽过继，但在人情上，他的本生父是你，这身份满堂独一份。沈阁老若想找冯公麻烦，最方便是从宁生下手。
直接针对晚辈吃相难看提兄弟义。沈阁老再顺着话头接就顺理成章了。沈阁老想让我当那油头，妾身不敢替阁老做主，但方才他看你那眼不是白看的。您不去，自然有别人去，到时候油头就不是你了。沈阁老记不住你的好，冯公也未必领情。你若去了，就是给沈阁老解围的人。将来朝堂上，刘侍郎替您说话，沈阁老点个头。官人，你没想过四品之事吗？四品。官人还要想想守正，一身恶我们冯家是攀不起了。可沈阁老手里有实权，只要他点头，守正和你魏家的前程他都不是问题。冯家无望，沈家有望啊！你说的对，那孽子不顾亲情，我确实该去给沈阁老敬杯酒。沈端有备无患，崔氏有恃无恐，魏明德为其而不自知。这场戏要开始了。老爷去吧，说话时莫提冯公和女生，只说仰慕沈阁老已久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。母亲，父亲这是……别说话，守正，一会儿跟着你父亲，别多话，只管行礼。去吧。沈阁老神采依旧，下官魏明德敬仰已久。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。可是魏文端之子魏明德，正是家父。沈阁老知道下官如何不知？明德坐吧，莫站着。明德在工部几年了？8年了。8年了。营善司、余衡司都是好地方，只是明德待了8年，就没想过动一动。明德。你说一个人在一个位子上坐了8年，是因为没本事，还是因为没人？不必紧张，沈某不过随口一问。下官是来给沈阁老敬酒的。敬酒？明德这杯酒敬的是沈某，还是沈某手里这点权？不管是敬什么，这酒沈某喝了。你这次子如今可是冯公的高徒了。沈阁老，这孩子已经虽已过继，但毕竟你才是生父，正所谓慈父怀旧，养育之恩为宜，是吧？沈阁老说的是，你生再如何，也是下官的。既然如此，明德还不去跟令郎说几句？今日是他大喜之日，你做父亲的该去贺一。沈阁老说的是，下官这就去。好戏当彩，好戏当彩呀！医生啊，为父还习惯叫你小名，你不介意吧？你过继大房，为父是赞成的。你能继承香火是大孝，也是魏家福分。想起幼时父亲带你去祠堂，你大哥守正陪你练字，你母亲寒冬给你熬汤，这些想必你也记着。如今你有出息了，只怕你记得树高千丈，落叶归根，人无论走到哪都不能忘本。将来学有所成，光要的不只是大房门楣，也是魏氏全族脸面。你说是也不是？说得好啊！人伦纲常，国之根本。冯公一生最重此道。门下弟子自然是知恩报恩之人。冯公在朝时最重孝道，曾上书京表天下孝子，魏大人方才所言养育之恩，兄弟之情。小友，你不会让冯公失望吧？当然，本官只是随口一说。冯公教出的弟子自然知礼守节。冯银老儿，你致仕退隐，还敢手握吏部人事，今日等你看看你徒弟接不接这顶不孝的帽子？医生，你大哥蜀正如今拜入秦公门下，秦公与冯公皆是理学大家，你们兄弟从小一起长大，若能时常来往切磋学问，岂非美事？冯公说是这里吧？蜀正虽资质平平，但胜在踏实。若有机会向您请教，是他的造化。当然，全凭冯公意愿，下官不敢勉强。老师，学生本想今日拜师大喜，何该清静清静？不料竟有丑角登台，唱了出不知所谓的戏文，饶了老师倾听。无妨，老夫在朝40余载，什么戏没见过。只是说来也巧，当年沈阁老初入仕途，在翰林院熬资历时，便常在诸臣府中曲谱奉承，针灸地诊，拍马六虚可是1等1的本事。彼时老夫曾叹，此人腰骨软似春柳，口舌甜如蜜饯，只知道少年心性，年长自当收敛。如今再观之，竟是旧病复发，药石难医也。沈阁老，可见知礼守节4字说易行难。有些人嘴上挂了一辈子，到头来不过是拿它量别人，放自己身上别忘了。
方才阁老抬爱，学生愧不敢当。学生学问尚浅，不敢言孝悌双全，不过对阁老所言的孝子倒有些心得。孔子曰：“孝乎为孝，有于兄弟，是于有正。”可见孝悌之道重在修身齐家，而非挂在嘴边。学生如今过继大房，承继香火，此乃孝。拜师冯公，从名师受教，此亦孝。他日若能报效朝廷，更是孝之至也。至于养育之恩、兄弟之情，学生自会在礼法允许内尽心意。但若有人要晚生将私情置于宗法、师道之上，晚生不敢从命。恩师亦不会赞同。沈阁老以为呢？以为？我看你已然是忘本之徒。好一个忘本之徒！阁老此言是否过也？哼，有何过之？过继忘父，不顾兄弟之情，不是忘本之徒是什么？阁老教诲，学生铭记。可您说学生忘本，学生不认。敢问阁老，学生的本究竟在何处？按宗法，大房便是本。按礼制，冯公便是本；按法土，君父便是本。阁老今日所言，养育之恩、兄弟之情，是欲以私恩置于宗法、师道、君父之上，还是欲教学生用私情之小本压制此大论，恐不妥当？你这小儿！二伯，兄长既已拜师勤功，自有勤功教导。我若引他来请教恩师，外人怎么看？诗云：如切如磋，切磋乃平等交流，而非一方登门，另一方照单全收。若兄长觉得勤功学问不够来请教恩师，若恩师越俎代庖，是对勤功不公。二伯此举是成全兄弟之情，还是陷兄弟于不义，陷两位师长于尴尬？再者，二伯提及叶落归根，依学生浅见，人伦之大守在义。既入祀大房，则所后者为父母，本身父母降服7年，则乃圣人定名分，正人伦之要义。我既承嗣，大房便是家。若此时又念念不忘本生，动则以养育之恩相携，岂非教天下过继之子皆怀二心？此乃乱法之端也。老师恕罪，学生失态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既有人拿笑压你，你以礼答之，正是正本经源。至于旁的，不过是些陈年旧疾，发作便发作了，随他去吧。好一个利口小儿！本官入仕30载，位列台阁，尚不敢妄言礼法。你一黄口孺子，拜师不过1日，敢在满堂前辈面前摇唇鼓舌，当真是仗着有人撑腰，便不知天高地厚了。拜入师门，便打上了冯党烙印，今日若退缩，便是手鼠两端。更何况童言无忌，便是我最大的利器。阁老息怒，学生年幼，本不该妄言。然阁老问话不敢不答，教诲不敢不受。只是阁老说学生忘本，学生已剖明心迹，若觉得学生无礼，尽可指教。但阁老若要以年幼二字堵了学生辩白之口，那学生斗胆问一句：圣人著书立说，可是专为年长者设，朝廷开科取士，可是只录白发老翁。学生启蒙时便知，礼之所在，不在高位尊，而在是非二字。阁老若觉得学生错了，请明言错在何处，学生甘愿领受。只以黄口孺子斥责，那学生只能以为是阁老无话可说了。本阁堂堂当朝首辅，将被10岁之童用礼法逼入绝境，若以示压人，明日言官必弹劾我首辅其童。若强行驳斥，便是与圣人作对，简直进退两难。阁老今日来冯府赴宴，本是岂是一桩？学生不明白，恩师今日设宴是诚心待客，阁老却要在宴上生事，这是为客之道吗？恩师从未在学生面前说过阁老半句不是，阁老却当着满堂宾客暗示恩师给弟子撑腰，与朝廷首辅作对，这是君子之行吗？这是君子之行吗？一生不得无礼。沈阁老是客，你是主，哪有让客人下不来台的道理？你是主，冯烟老贼，你是在提醒我，这里是你冯家的地盘。冯公好手段，收住这么一个伶牙俐齿的好弟子。沈阁老，学生年幼无知，方才若有冒犯，学生给您赔不是了。这杯酒，学生敬你，望阁老大人大量，莫要与学生一般见识。好一个以退为进，若不喝，便是心胸狭窄，连个10岁孩童都不如。好，冯公，你这弟子日后前程不可限量，我沈端今日算是见识了。公务繁忙，不敢久留，告辞。沈阁老日理万机，老夫也不敢强留。只是阁老身为长辈，又是当朝首辅，我这新收的弟子，阁老就不给份见面礼吗？冯爷，你欺人太甚！我今日空手而来，若拿不出东西，明日京城便会传遍我沈端气量狭小，寒酸无礼。哼，冯公说的是，我沈端既来赴宴，岂有空手之理？来人，你方才口若悬河，引经据典，才思敏捷，老夫甚是欣赏。今日仓促，无以为礼，这幅字便算作见面礼，还望收下。
沈阁老，冯公今日收徒，阁老居然如此，明日我定上书陛下。此总角之童受恶语，沈端，你当为大恶者。沈阁老，此举过了。沈阁老，今日冯公收徒，满堂皆以为贺。沈阁老身为首辅，不以长辈之礼勉励后进，反以小事了了，大为毕加相赠，此语讽讥骤然，岂是长者待幼童之道？老夫侨居国子监司业，掌天下教化，训导诸生，首重厚德。如今阁老此举，于理不合，于德有亏，老夫若不言，便是失职。秦司爷好大威风，我送这8字不过是勉励，何来讥讽？倒是秦司爷管的是太学生，管不到我头上。不官卑，自然管不到阁老。但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人人得而言之，是勉励还是讥讽，公道自在人心。说难听点，若有人当众送阁老之子这8字，阁老以为如何？我都忘了，你们这些理学大家最擅长拿圣贤招牌，满口仁义道德，实则不过沽名钓誉，标榜清流。老夫确是个4品司业，无阁老的权柄为师，能做的不过说几句该说的话。只是阁老身为首辅，天下表率，一言一行皆系朝廷体面，为尊者讳，为贤者隐。阁老纵不为自己，也该为朝廷体面着想。好个秦司爷，我倒小看了你。哈哈哈！你平日高谈存天理，灭人欲，这些门生哪个不是削尖脑袋往里部钻？依我看，你这理学大家的招牌，不过也是块遮羞布。沈端，不好！逆生，快退下！走！你母必也！沈端，老子好好跟你说话，你听不懂人话是吗？给我扣帽子，说我沽名钓誉，说我的招牌是遮羞布，我呸！老子当年随先帝打契丹出使草原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？老子在塞外跟契丹人谈判的时候，你沈端连秋葵都没考过呢。讲道理说不通，那就出来单挑！来，出来单挑！你秦爷，你疯了！疯了！清醒的很。说我是遮羞布吗？来，再让你看看这遮羞布底下是什么，让你看看老子的理大不大！沈端，老子在国子监教了10年书，门生遍天下，哪一个不是凭本事考出来的？你敢说他们是钻营？你敢说他们是巴结？你给老子站住！沈阁老，请留步。留什么？没看见那老东西疯了吗？秦司爷仗义直言，学生感激不尽。司爷方才所表演的讲道理，学生铭记于心。不必多礼，算他沈端跑得快。沈阁老，方才阁老送学生8个字，学生还未回礼。沈阁老词典出自《世说新语》，当年陈伟以此语击孔文举，孔文举答曰：“想君小时，必当了了。”学生不才，不敢自比孔文举，只是学生有一事不明，想请教阁老。陈伟说孔文举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。孔文举反问：“想君小时，必当了了。”意思是说陈伟如今这般平庸，想必小时候也聪明不到哪去。沈阁老送学生这8个字，学生不敢不理。只是学生斗胆问一句，阁老送这8个字，是希望学生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呢，还是？恩师，弟子斗胆，借笔墨一用。沈阁老，今日多有冒犯，无以为歉，设幅字算作赔礼，还请阁老笑纳。阁老方才说学生是利口小儿，学生认了。只是阁老既是当朝首辅，与学生一个利口小儿计较这许多，不知究竟是学生的口力，还是阁老的心小？自我分宗那日起，我便是京都卫氏子弟，二伯的卫士我攀不起。事后莫再提一家之脸面，既已改换门庭，便好自为之。冯公，告辞。这种人不揍他，永远不知何为威武不能屈。子夜，你这脾气10几年没改。是，你说的是。秦公威武，学生今日算是开了眼界。
小公子莫笑话老夫，老夫就这脾气，道理讲不通就用拳头讲。秦公真性情，学生敬佩还来不及，怎敢笑话？既然敬佩，老夫就承这个情。堂上笔墨有余，你为你生，不应作一词祝宴幸吗？看我做甚？当初在子夜的收徒宴上，你能尽兴一词，如今到了自己的宴上，反倒怯场了。正是，贵小公子方才舌战沈阁老何等风采，如今血丝倒扭捏了。秦四爷都开口了，小公子不可推辞，快让老夫们开开眼界。既如此，学生恭敬不如从命。劳烦将屏风抬到堂中。小事了了，大未必佳，放你娘的狗屁！气小易赢，路止于此。学生献丑了。是青都山水郎，天降吩咐与疏狂，10万手9千伤，几曾着眼看猴王。玉楼金雀拥归去，且插梅花醉洛阳。好词，好词！借古人酒杯，此子16岁，不过16岁而已啊！小孩子家不过是一时义气罢了。子夜，我要捧杀了他！一时义气，风眼少来这套，真是一时义气。那这屏风送我，来人，给我抬回府去！不行，风眼。别忘了当年世宗朝随军出征，你在帐中愁得睡不着，是谁陪你熬了一宿又一宿？秦子夜，少往脸上贴金。当初是魏征安慰我们俩，你一把年纪还揽功劳，你骑马磨破大腿疼得嗷嗷叫，还是我给你擦的药？忘了？那是两回事。你读不懂兵书，是谁一字一句给你讲的？你把兵书讲成了玄学，最后还是魏征看不下去，重新讲了一遍。做人不能忘本。当年你在帐中哭鼻子的时候，我哭鼻子？你倒是说说，谁过独木桥吓得抱住马脖子不松手，被先帝笑话了3年？救命！我不走，我要回家。好，你厉害。当年在翰林院那篇论鞭幻书，没我帮你润死，能入世宗的眼。作为主困能以德怀之，害我被世宗叫去问话，我上了多少本书才解事情？我不管，这屏风你要是不给，我就天天来蹭饭。哈哈哈哈！来蹭饭，老夫欢迎，但这屏风是老夫收徒的见证，另有用处，绝不能送。秦公若是喜欢，学生改日登门，专为秦公写一幅长卷，如何？这还差不多。你这字不错，但烧金体锋芒太弱，易伤己，日后要学着藏锋。学生谨记秦公教诲。今日表现很好，满堂诸子皆是冯府门生，在他们面前，你不能输，也输不起。逆生代表着老师，若退半步，丢的不只是自己，更是老师的体面。你觉得沈端此人如何？好气无度，堂堂首辅亲自下场与我争辩，失了气度方会。难道你就不锋芒外露吗？你今日引经据典编得确实好，但仔细想想，你比他强的不过是辩字。你今日最大的优势是年纪，你是16岁的孩子，他是首辅，他计较是失体面，你争辩是童言无忌，年纪是你今日立于不败的护身符，可未来登上朝堂，年纪还有何优势？没人会把你当孩子让着你，到那时变得再强，决定一切的依旧是陛下一人。沈端今日狼狈，是放不下身段跟孩子计较，可到了朝堂，他不会再给机会。你面对的是历经2朝，当了30年官的首辅。你还能像今日这样几句话驳得他哑口无言吗？老师教我，要不是你人情世故还稍显稚嫩，老夫有时真怀疑你是不是生而知之。坐吧，今日留你就是要说这些。记住，朝堂博弈最危险的对手不是锋芒外露的人，那是何人？是那种让你感到异常舒适、逻辑完美闭环、杂音全消的人。你今日看沈端是好奇无度、毫无章法，但他能坐稳首辅，必有过人之处。过人之处？你想想，一人在朝堂上说话句句在理，事事为你着想，逻辑完美无缺，你挑不出毛病，甚至分不清他是好是坏，还是蠢。可等回过神，你已经走进了他的局。所有的路都被堵死，只剩他留的那一条。到那时，连挣扎余地都没有。告诉我，今天的沈端可让你舒服？老夫讲个故事。
汉末诸葛武侯第4次北伐撤军，知道吧？略知一二。武侯撤军时，不设乱痕诱敌，魏将张合追击至半路起疑，恐有伏兵，便用打草惊蛇之计，派小股部队反复喊冲，主动试探。蜀军藏在高处，任凭张合怎么喊冲，就是不动，以极致的静默，制造了此处无蛇的幻觉。你猜张合怎么想？他定会想，怕人试探全无反应，说明真无伏兵。没错，张合陷入无反应即无伏兵的逻辑陷阱，率精骑全速追入木门道。可等待他的是万弩齐发，一代名将就此殒命。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不知。这是打草惊蛇的反向机制，能忍惊扰者方为真正控局者。张合为何死？他派了部队试探，一再无反应，便以为安全，却忘了最高明的猎手能在暗处一动不动，等你进陷阱再扣扳机。武侯能忍惊扰，变成真正控局者。逆生受教，明白就好。老夫说这些，不是要你以后缩手缩脚，而是怕你觉得今日便赢了沈端，便了不起，以为朝堂不过如此。老师所言，学生铭记。只是沈端好欺无度，毫无章法，是学生亲眼所见。学生不明，沈端究竟是真无能，还是假糊涂？问得好。他这种人最擅长的不是运筹帷幄，而是借势媚上。借势媚上？你想想，他今日来冯府是为了给魏明德撑腰，为了羞辱你个16岁孩子，还是跟老夫过不去？都不是，他是做给陛下看的。做给陛下看？你当他真沉不住气跟你计较？他是在演给满朝文武和陛下看，要让陛下知道他不畏权贵，连老夫的宴会都敢单刀赴会。所以记住，他今日的狼狈不代表无能，他是在用狼狈换取陛下的信任。明白了。沈端需要让陛下看到他在咬人，咬谁，对不对，好不好看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咬了，且陛下知道了。好，悟性果然不差，不过你只说对一半。请老师明示。他会演，老夫就不会。他借势邀功，老夫就不能借势反击。医生，沈端现在100%在写奏折了。这么快？他做事从不慢，此刻定在书房润色。准备明早递上去，他会在折子里写冯衍宴客结党，妄议朝政；写秦燕咆哮，目无朝廷；还会把秦子夜那2拳添油加醋，说国子监当众行凶。他要借此事给老夫上眼药，甚至让陛下下旨斥责，毁你前途。那老师打算如何应对？所以才留你下来，我会给你奏本，你回去也写篇奏书。我写上书？没错，且你这篇上书只写一件事：以生父博爱，长房无亲，任陛下为君父。沈端打草惊蛇，老师竟是黄雀在后，真没想到这么狠。沈端要告状，老夫就让他告。之前饶我那么多事，我冯衍也不是吃素的。能忍惊扰者，方为真正控局者。医生明白了，回去便写。不许写多好看多精彩，不忘主题即可。届时我则会提醒你修改。是。当然，也不会让你白写。你那首词我会献给陛下。献给陛下？一声当今陛下后慈父。不妥啊！老师，虽可得陛下厚爱，但这首词是学生给您的礼物啊。只怕陛下横刀夺爱呀，一生。还是不对。这女子识文断字，又是犯官之后，王后府上丫鬟勾引世子的丑事不少，不得不放。不过入夏以来，她白日只端茶递水，从不逾矩，倒是本分。曲娘，你觉得什么最感人？笔笔斟酌，不如直言不讳，字字带心。笔笔斟酌，不如直言不讳，字字带心。亦或者，公子不闻前进礼密，上奏给晋武帝之陈情上表。陈情表，当局者迷。这奏本是给天子看的，天子案头千本奏折，皆四品八文。我若也那么写，扫眼便扔了。我不该站官员角度，而该站自己的角度，不需斟酌修饰，只需真。曲娘，幸亏你点破。公子折煞奴婢，不过随口一说，当不得如此。当得，我写这么多废稿，皆因一直斟酌，忘了根本。
由此奏章，定能成功。